樊姐也走了，我觉得我完蛋了。我看呀，你也快完了。5·1过后就一直发呆，业务也不去跑了。很快啊，凭你那点死工资，没有提成的话，你连物业费都交不起了。除非你好意思去问你爸伸手要钱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得紧衣缩食了。咱们呢，就是赤手空拳来上海打拼的小白领，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，才能有衣食住行。爱情这种奢侈的东西啊，咱们是消费不起的。好了啊，放下吧，该振作起来去工作了。道理是都懂，可是我就是心情不好，没有心情了。小白领不配有心情。你回忆回忆，你把工作弄丢的时候，有人管你心情吗？有人跟你讲感情吗？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珍惜你现在拥有的工作，折腾不起了啊。对。今天是周6，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印期给封存了。明天呢，你还有1天的时间去调整好心情。后天一早，精神抖擞的上班去挣活命钱啊！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关关，你几岁了？你怎么这么残酷啊？我还想问你几岁了，怎么这么天真？吃吧，赶紧吃。吃完了想想自己身处的位置，时不我待，物业费、房租、水费、电费、电话卡，你自己算算吧。不是我短暂的执着，不是我过于软弱，不是我不相信自我。我想飞在自由天空，只有音乐带我解脱。你干嘛？喝饭前，你可真冷血。邱莹莹，你说话前请三思好不好？我怎么冷血了？我天没亮就为了你的事情开始折腾，为了你我到处去联系，跟别人道歉，我推了我自己的事情就赶回来陪你，我还给你带了晚饭，我怎么冷血了？你不知道出口能伤人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轻易的伤害我？你有把我当做你最好的朋友对等的来对待吗？你当我是应勤啊？我就求你别再这么荒唐了，好好反思，好好做事，靠自己。你只有靠自己了。我原谅你，你是小朋友。我不用你的原谅，我没有做错。责任追究抓源头，你自己才是那个源头呢。
关关，你说的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看微博了，朋友圈也别看了，看得怪伤心的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不想再跟以前一样了。你帮我把电脑里关于他所有的痕迹都删掉，行吗？手机也拿过来。好了，我已经跟应勤说过了，把手机卡还有所有网上的 ID 全部都换掉。现在，除非你去他家人肉堵他，不然你不可能再收到任何与他有关的消息。喝水。关关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真好。其实我知道这段时间我挺烦人的，我一直在烦你们，我不该烦我的朋友的，可是我真的忍不住，我就特别难受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其实我才是小朋友，我才是最幼稚的。关关，你能抱抱我吗？我承认，我挺傻的，也挺笨的，但有的时候，我就是想骗骗自己，还是有人关心我的。邱莹莹不是个容易从感情里走出来的人，是她的优点，也是她的弱点。但在这个22楼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把她从深渊向上拉。温柔的，犀利的，俏皮的，尖锐的。邱莹莹还痛着，可是她明白，不能辜负这么多爱她的人，她得继续向前走。哎呦，妈，您这几天遭遇什么了？哎呦，你看看这小老太太造的，哎呦！别假装孝顺来看我。妈，您这话说的没良心。您儿子什么时候假装过呀？妈，您平日里不经常说我知人识人吗？那就请您相信我这一回，安迪的事儿我心里头有数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要知道就好了，人家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跟我说的明明白白，人家心烦，不打算跟你结婚，跟你在一起呀，就是玩玩。这是好人家的姑娘说的话吗？她是做情妇做惯了，跟你呀，就是没动真感情。你为了这样的女人来气你的亲妈，妈，咱绕不出来这圈子了是吗？也不知道跟您说了多少下了什么迷魂药。不是您想的那样。他说什么你听什么，亲生父母的话你不听。不是妈，咱越说越偏了。您不明白，是您没听明白。人家安迪不是说完全不结婚，是我跟他说的。我说咱们俩先谈恋爱。先享受一下恋爱的感觉，如果两人觉得舒舒服服的，再考虑结婚。他这不也是正常的一个流程吗？不生儿不知父母恩呐，你这一辈子都不能懂得母亲的心。
怀胎10月，养你到这么大，想到有人要害你、耍你，我这心揪得痛啊！不是妈，这事儿真不用您管。哎，你说我都多大岁数了，您能管我几时？合着您不能霸着我一辈子，这不放吧？这女人厉害呀，让你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魏国强他太能干了，他自己能干，找老婆能干，找情妇能干，他就要把我家给毁了。我要去问问他，他自己的情妇他到底管不管？不是妈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别拦着我！什么意思？哎呦妈，您这还病着呢！哎呦喂！你别拦着我，我要去问问那个女人，她在外头勾搭我的儿子，她的金主魏国强到底知不知道？我也要去问问那个魏国强，他的情妇在外头四处勾搭男人，他到底管不管？妈，我看您真的是病得不轻。您放心，今天我绝对不会让您出这个门的。你天天住在家里吗？每一分每一秒，你住在家里吗？我一大活人，你看得住吗？你是捆着我，绑着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我的命，我不愿意让任何人摆布你，我宁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跟他拼命！哎呦，妈，你走开！不是安迪，那是魏国强的女儿。女儿？要是女儿，为什么这么遮遮掩掩的呀？是女儿，大大方方的，有什么可隐瞒的？他们俩这种父女关系，安迪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哦，原来魏国强是这样的人呢。年纪大了，想找回自己的女儿，把遗产全交给安迪。安迪说不定还能找到他的妈妈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想提醒你呀，人要脸，树要皮，越是地位高的人越要面子，最怕别人揭短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你可不要仗着跟安迪的关系多嘴。你问问安迪也就罢了，要是问到魏先生头上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你看看他怎么对付咱们。哎呦，您这会儿说这话了？刚才要不是我拦着您，您这会儿在哪儿呢？啊，妈，您也说了，人要脸，树要皮，我求您了，在安迪面前给我留点尊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再也不干涉你们俩的感情了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劝安迪早结婚。别玩什么享受感情生活那套，早结婚才是正事儿。妈，您那病好些了吗？我说过我病了吗？哦，哎呀，儿子，哎呀，赶快回房间睡觉。明天一早啊，你就去上海陪安迪。快！妈，不急。要不是您折腾，我这会儿已经在上海安迪家里头了。我只求您，这事儿千万不能往外说。安迪要是知道了，我们俩的关系也就完蛋了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知道这事儿不能说。哎呦。喂，干嘛呢这是？啊，还不睡啊？天哪！我把零食所有拿出来了，我们两个聊天喝酒，准能忘了那个人。对，我们要化悲愤为食欲，视男人如刍狗耶！干杯！怎么样？应勤的事解决了？我把应勤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都给他删了，咔嚓咔嚓。天哪！看这脏的，你都要擦一擦。那小女孩子一点女孩子样都没有啊！兰姐，你以前失恋什么样啊？
你失恋也会像我这么难受吗？我就感觉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？我怎么每次谈恋爱，都这么倒霉啊？傻瓜，只要是真心付出，谁能不在乎啊？我以前跟你一样，谈恋爱的时候挖心掏肺的，总觉得会天长地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，终究会是过客，因为你赤条条的来，最后还会赤条条的走。世界这么大，谁少了谁不行啊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人和人相处有什么意义呢？是啊，人与人相处有什么意义呢？年轻的时候谈恋爱，牵个小手都激动得喘不过气。现在呢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想找个人结婚。可我不想结婚，我就想谈场恋爱。从小到大，好像追我的男生不是因为我适合结婚，就是因为他们爸妈特别喜欢我，感觉跟我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，搞得我现在我又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一点魅力都没有？你过来，过来。你关关最有魅力，我是男的，我肯定娶你。可是你不是男的呀，这是真的。我就想谈一场恋爱，哪怕没有结果呢，我就轰轰烈烈的，我就只谈一场恋爱，这也算我没有白活过一次，是不是？不然我真怕我到25岁之后，我父母又拉着我去相亲，到时候我真的顶不住了。我就跟了一个我不爱的男的，将就结婚了，那我肯定会鄙视死我自己的。我跟你正好相反，都想跟我谈恋爱，一说到结婚就闪人。要不是王百川，行了，不说了，说出来就是一把辛酸泪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吧，就是，幼稚。你想结婚，你想谈恋爱，还是我好，什么都不想。我就跟你们两个说吧，你们两个想谈恋爱呀，你得先认清对方男的是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不想跟你结婚，他就是不喜欢你，我太了解了。所以啊，我终于了解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睡觉吧，啊，赶紧睡觉去医院。来起来起来，哎呀听话听话，哎呀听话，哎呦我天啊，你不穿鞋啊？啊？我还能再喝20杯。不喝了，不喝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哎呦我天哪！我就知道我的儿子是有眼光的。你这个特工做的也不怎么样，之前成天在里面唠叨，非说人家安迪有问题。是有隐情的，安迪优秀，又做得好，魏先生觉得亏欠他，又没有什么后人，自然愿意把什么好东西都给他了。我不知道这一层很正常的。No， 你能不能不玩那个手机呀？啊？我上次去上海见了安迪，他说他不想跟宝宝结婚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两个小的不懂事，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个儿媳妇拴住，你明白吧？我都说了，别管那么多嘛。他们结不结婚不是我们急着来的，儿子大了有他自己的主意。那两个成年人有什么决定，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。我操心，我是他娘。好了，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。大周末的，你去哪儿啊？中午有应酬啊，我就不回来吃饭了。晚上呢？
晚上我也不回来了。周末啊，你就自个儿找点事儿来做，别老待在家里，把自己闷慌了，好不好？拜拜。猫哭耗子假慈悲。白天起这么早？昨天讨论了半天，今天下午每个人都要出一个方案，新人总不能指望临场发挥啊，只能埋头苦干了。哎，正好我也有工作要做。玲玲她昨天晚上折腾一晚上，这会儿肯定也累了，要不咱们俩就去咖啡厅让她好好睡一觉。嗯，靠谱。那儿的网速也好。行，你等我，收拾一下。哎。就这儿了，你走吧。赵医生，早。哎，早上好。好巧啊。啊，小许太闹，我怕吵到彼此，所以来这儿了。我们也一样。樊姐，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吧，别打扰到赵医生了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好。掐着点来的，特意过来给你做早餐。我还想着出去吃 brunch 呢。出去吃干嘛呀？这种习惯要在我身上养成。做什么？给我拿几个鸡蛋。一会儿就好，稍安勿躁。喝水吗？我不。有什么事你说嘛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妈，她因为咱们俩的事儿，最近一直失眠，几天下来面无人色，惨不忍睹。你也知道，我爸平时对她关心就少，都是我照顾着，这小老太太挺可怜的。所以他就把在你爸爸身上得不到的感情都放在你身上。应该是吧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非说你是魏国强的情妇。非要去找魏国强去理论去，我说你可别跟那儿胡思乱想，更不许胡说八道。我说他俩根本就不是那关系，他们俩是父女关系。哎呦，你是没看见，都冲到车上去，火都打着了。我要真不拦着，他真去找魏国强去了。怪我多嘴，但我妈说了，她再也不干涉咱们俩的事儿了，她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。你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你不知道她的性格，她一旦决定的事儿，真的是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。就是因为她这种坚毅的性格，我们家的生意才走到今天嘛。她如果真的去找魏国强，你会发现你要面对的那是两个人了。那现在呢？面对的不是两个人吗？以你妈之前的种种表现，她根本就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包奕凡，我真的是很生气。我的事情他凭什么要越界？他难道不懂得尊重别人吗？所以，我一大清早到你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负荆请罪。她好歹是我妈，10月怀胎把我抚养成人。大象还怀孕20个月呢。大象她更不容易，不是那个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经常出去跑业务，基本上不着家。那个时候没有保姆、小时工，都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这不是理由。有一天半夜，我发了烧了，
我妈背起我就往医院跑。你想，她那个小身板哪扛得住啊？没想到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她还得做手术，她立马就倒那儿了。就这，还整整守了我100。这都不是理由。是类似的这种事情很多，我以后慢慢跟你讲。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，是希望你明白，不是我也知道我妈这失眠，她有一半她是苦肉计，但总有一半她是真的吧？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妈妈在我身上做各种各样的手段，你不是看不出来。不是，她有一半她是真的吧？你母亲有问题，但是造成她今天的性格，你也有责任。她要找魏国强，你就让她去找。魏国强绝对不会告诉她事情的真相。她要找我，她想找任何人，你都可以让她去找。她必须要碰壁，碰壁之后，她才知道她自己的界限在哪里。你现在表面上看上去是为我着想，实际上你是在纵容你母亲对自己力量的臆想。你不断的退让，不断的纵容，才能够让她这么的肆无忌惮。你懂吗？不是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我不让我妈去找魏国强，那不是因为你讨厌魏国强对你的干涉吗？我总不能让你认为你男朋友的妈妈跟魏国强有任何瓜葛吧？万一魏国强抓到你这么把柄，我这更说不清楚了。实际上呢，你做到了吗？我妈她说了，她不干涉我们的事情啊。她每一次都是这么说，然后她再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干涉，她的话根本就不可以相信。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？我真的对他已经很客气了，而且我敢肯定，他对我越了解就越会干涉我。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2条路，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。划什么线？在你我之间划线？喂，嗲娇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一大早的，医院呼你了吗？士大夫3日不读书，则面目可憎。我在咖啡厅，看完就回去。你不是说你已经猛到不用再看专业书了吗？哼，吹牛了吧？书可以不看，但文献必看，不然追不上变化。这安静，不说了。哎，别挂别挂。那天我介绍给你看病的那个兄弟啊，今天中午非要请我们吃饭，他马上就到上海了，你不许逃哦。他可是我的潜在客户呢。我就不去了吧，你去吧，跟他说我有急诊。之后有什么需求，尽管找我就行。哎呀，人家就是想看看你嘛。他对你千恩万谢，我就好找他谈生意了呀。雅昭，你就帮帮我们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反正我知道你今天没有事儿，就已经答应他啦。以后不要先斩后奏，啊，我不习惯。那你是答应了吗？仅此一次。下不为例。嗯，中午饭约在12点，那我们11点钟出发 ，OK？ OK。我不是要让你跟他脱离母子关系，我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新的态度。安迪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很爱你。在你刚才说划线之前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你更应该知道，我非常努力的在修复你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。我也讨厌她来干涉我们的私生活。所以你就轻而易举的出卖我？我出卖你？对，出卖。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但是我选择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我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那是我妈妈，我知道她身上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我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稍微有一点点容忍。我也知道你是天之骄子，从来都是别人容忍你，但我真的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稍微有那么点。我不是因为天之骄子而不能容忍你的妈妈。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我们的步调确实不一致。根本就不能够理解，
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是意味着什么？你更加不知道这代表我和你的心贴得有多近。请你走吧。我没听清楚。没错，走吧。喂，喂，小美啊，哎呀，昨天晚上又喝多了，没酒驾吧？哪儿敢啊！这要抓住可不得了啊！我昨天打车回来的。哎呀，一会儿还得去取车呢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中午要应酬，不如咱们俩早上一起吃早饭啊？我吃过了，我现在在做预习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想你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你忙你的，我看着你。行了，昨晚喝酒喝累了，还是赶紧睡懒觉吧。我跟关关在一起呢，忙完给你打电话啊，拜。王帅哥找你去约会，哎呀，真要命啊！他那个单身公寓啊，除了床什么都没有，两个人想搞点情调，还得出去找地方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我觉得王帅哥对你挺用心的，总是变着法儿的给你惊喜。30岁之前吧，的确惊喜。那时候觉得两个人到处晃悠都是特别开心的事情。可是30岁之后啊，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都好难啊，是不是好悲催啊？你干嘛？帆姐没那么脆弱好吗？真帅啊！湖南人，武汉大学毕业，爱喝茶，爱吃辣，体育特长生。对，买了一个篮球队，成绩不佳。这为啥呢？客户资料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啊。除了父母以外，任何关系都需要费心经营，以利益、以爱好、以任何目的拉近关系。只要关系好了，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谈。那包括我吗？当然不包括了，他们只是费心经营，而你是我舍生忘死追回来的，能一样吗？算你机灵，哎，不准穿这件衣服出去。你看看你这腰全露了，你是去谈生意，又不是去……不要，人家平时没你在的时候谈生意才要穿得像死老太婆一样。今天难得你在，有主的女人可以随便穿。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能穿这条裙子，你不能阻止，不能阻止，不能阻止。那。有个词呢，叫货腰。等有时间我慢慢告诉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肯定不是什么好词儿。
么样？我今天打扮的帅气吗？像你这种男人，要是放在古代，那肯定就是个妖孽，得多少和尚道士追着会桃木剑哦。我也觉得不错。当然，像你这样的女人到了古代呢，法海就得绞尽脑汁为你喝雄黄酒了，也不错，啊。走。先生您好，您的餐。真羡慕你们吃不胖啊！过了30啊，喝口凉水都会发胖。我以前也可能吃了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半夜的还跑出去找宵夜呢。可是后来知道不行的时候，想克制起来都难。我挺克制的呀，我平时还练肚皮舞呢，特别消耗热量。你这就叫克制啊！你看看姐姐，吃了半碗就不吃了，为什么呀？我不敢呐，一顿都不敢怠慢。啊，好惨！真的吗？哎，我好像有个同事也是这样的，他中午没吃饱，然后一到下午就特别饿，拿出这么大一块特别小的曲奇，只敢啃上一小小口。曲奇，全是黄油。过了30以后就只能吃法棍，就是那种只有盐跟酵母粉的法棍，其他都不能碰。哎呀，我就觉得那些干吃不胖的人啊，他们的肠胃一定有特异功能。比如说安迪，你看他的食量和身材，是不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？女人呢，30岁之前靠的是天资，30岁以后，这长相啊，就只能自己努力了。那我从来就没有过天资。我从高中到大学，一直都是在女多男少的文科班，我一直就是个丑小鸭。你胡说，那是你自己给自己套的壳。你看你现在，眼镜摘掉了，穿着也变了，是不是焕然一新啊？啊，关关，你是那种恬静、温婉的女孩子，让人很想接近。真的吗？帆姐你真好。不过呢，姐姐要提醒你一句啊，男人跟女人的欣赏角度是不一样的，遇到欣赏你的男人，一定不要错过。什么呀？你那天晚上拿回来的伞是男士的，你恋爱了？没有，他那个伞是我买的，新买的伞啊？新买的伞，伞瓣都掉漆了。你当我的智商是邱莹莹啊？不是他，我就可能没有挑好就买那个。不是。赵医生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多亏你啊，我这条腿啊好多了。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罗总，我们进去聊吧。好，房间订好了，走。走的。安妮姐，安妮姐。安妮姐，你没事吧？没有，昨天开会开太晚了。红星收购的事情差不多到尾声了，还有一些收尾工作。Nancy 和刘经理统管负责，希望人事部能给 Nancy 配一个资格老一些的辅助性秘书。他想配个秘书这种事情也要我来决定吗？不是何总，上周您吩咐说红星收购的事情很重要，2级以上的事情都需要向您汇报。是，我说过。对不起，我头有点疼。那我先出去了。
啊，找到了，喜欢这歌手还少见呢。这个歌手跟别的歌手不太一样。小曲第一次把你介绍给我的时候啊，我还在想，年纪那么轻，行吗？真行啊！我这条老腿，多年的老毛病，一次手术就全好了。赵医生，来敬你一杯。不好意思，派医院有急诊，平时都不喝酒的。况且治病救人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，你别客气。罗总，赵医生不喝，我替他喝呀。我们家老赵啊，平时就特别认真负责。再听说您是我朋友啊，就更加用心了。您以后也甭客气，有什么事儿啊，随时找他。好，我敬你。好，我干了。呵，好酒量。来，赵医生，那就以茶代酒啊。那我们吃菜啊。他们这家鱼做的不错，带你尝尝。这是洞庭湖现捞的，直接空运过来，就是有点辣。我就爱吃辣的。哎，罗总，你真的是太会点菜了。我就爱吃又辣又鲜的。你一个上海小姑娘那么能吃辣？对啊，以前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啊，我那个室友正好是个湖南人，没事啊就爱在家做饭，一做就爱做那个酸辣鱼，那个，哎呀，又辣又鲜的，可好吃了。那就喜欢吃就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好，来啊，吃好。喂，小林，过20分钟后给我打个电话。对，就说医院有急诊。赵医生一直好奇曲筱绡怎样做生意，但真的见到了，却很不适应。他喜欢看曲筱绡玩无伤大雅的小诡计，却不喜欢她没皮没脸的玩大的。见曲筱绡一边口是心非地奉承客户，一边把她对病人的负责演绎成对客户的另眼相待，令他感觉自己好生小人。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经验了，真的。本市之前最大那个项目就是由我们负责的，效果还不错呢。您想想，有 GI 那边作为技术支持，您呀只需要把项目交给我们，不光能满足场馆的需求，质量还能比以前提升不少。筱绡啊，这个项目呢，不是我不想给你，因为他之前有个供应商在负责，我要让他出局，那肯定有个服众的理由啊。我明白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呢先让下面的人先出一个方案，您呢只需要提供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当面向董事会解说。我们的方案不光前期能省下大笔费用，后续的开销也能省下不少呢。只需要一个机会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说服董事会。在吃饭呢？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罗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个急诊，必须得马上过去一趟。现在吗？现在，立刻。没事，工作要紧，我和小曲再聊会儿。不好意思啊，下次我请。客气客气。没用。路上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我的建议就是这样，谢谢。行，挺好的。我们其他有没有什么建议呢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主管，我有一个建议，根据客户投资偏好还有理财风险的评估，很多客户认为高端珠宝的投资风险较小，升值空间较大，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搞一个有关珠宝的 VIP 线下活动。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线下活动的答谢礼品，我建议是购物卡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大家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而不是强加性的给他一些礼物。我不知道这个建议合不合适。我觉得这些建议真的非常棒。这样，小范，
你回去呢，拟一个详细的方案出来，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详细探讨，怎么样？好。大家今天的发言都非常棒，我相信呢，对我们的后续这些线下的活动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推进。那么，尤其是我们的小凡，刚来公司不久就给了我们这么多建设性的意见，我相信这些建议呢，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工作呢，都会有进一步的推进。好，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，散会。喂，陈总。兰姐，我问一下，周末你上班吗？有点事情我想咨询你一下。陈总运气不错，我本来今天是轮休的，公司突然有事情，就来公司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哎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就在你们附近，我这就过去找你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今天真是耽误罗总时间了。没事没事，你替我谢谢赵医生啊，我等你的方案。没问题，做好了马上发给你。哎，好。慢走啊。嗯。好。喂，哪儿呢？我跟兰兰在车行呢，怎么了？我们家赵医生回医院动手术去了，无聊死了。要不要去逛街呀？逛街？行啊，没问题，我去找你。不用了，你告诉我地址，我打车过来。哎，曲潇潇，你这样不行啊！有了男人就忘了朋友。你说，多久没跟我们聚了？哎，对，见色忘义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哎，就是这个怎么样？很适合你啊。那赵医生有那么好吗？把你迷成这样了。那当然了，我曲潇潇看中的人能有错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因为他才没跟你们聚的，人家要赚钱呀。曲总，赚那么多钱给我买个包呗。哎，就是啊，这个你买单，曲总。行，买单就买单，一人一个，挑去吧。这么看，这个产品还不错，虽然不是我们家的，但是值得购买。是吗？哎呀，那不是没机会见到你了。哎呀，我真是个重度拖延症患者。哎呀，希望现在说还来得及。节日快乐。这么小的礼物就不要拒绝我了啊！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都是朋友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别人送给我的，我只是借花献佛而已。咨询费你不是也没收我吗？那好吧，谢谢了。是我该谢谢你。今天周末，赶紧休息吧。我一会儿约了客户吃饭，啊，要不要我送你到地铁口啊？不用，我男朋友来接我。好吧，反正我约你呢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。哎呀，哎，樊小姐，能不能跟你男朋友也说一声，也给我一次接送美女的机会啊？陈先生，别开玩笑了，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送我呀？今天是周末，容易堵车，早点回去吧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一言不合就送礼，还送这么贵的，该不会真的喜欢我吧？
喂，小美，我到了，你下来吧。哦，我很快啊。哼哼，哎呀，全是酒味儿，喝了多少啊？中午？闻不出来啊，这中午喝了一点白酒，都是客人自己带的酒，真正的烧刀子，这儿喝到这儿都是烧的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那客人自己都喝趴下了。哎，我们什么？我累死了，把我送回家吧，回去喝口水我就睡了。不是，我们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呀？我不会陪你应酬的，哪天都行，今天不行。不是，我约了2个岗位应聘的，今天晚上7点在公司面试。我是想让你过去把关。哎，你看这大周末的，就是为了方便那些骑驴找马的吗？你要不去了，你说什么3间5间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谈。好，我坚持一下。哎，你怎么就不表扬我一下？因为生意的扩张，不得不扩招人手呢？嗯？你别想门后不关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小曲在一起做生意，多了一些出口生意嘛。哎呀，不愧是老板娘啊，我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，所以我得让你去看一眼，加到保险。打车走吧，我不想坐地铁了。接着干嘛？要不要叫上大家一起吃饭？那可不行，我得问问我们家嗲照下班了没有。要是他没空呢，我可以考虑宠幸一下你们。干嘛呀？光天化日公然虐狗啊！就是啊。对啊，怎么的？喂，喂，嗲照，医院的事情怎么样啦？我现在跟朋友逛街呢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呢？报告，我其实没有急诊，只是借口溜掉。继续玩吧，我开始说了。好啊，你怎么当着我的客户面撒谎呀？人家可是成了精的。你答应我的事儿，怎么能中途溜掉呢？你客户啊，一吃完饭就给我来了个电话，他说他会帮你，叫你不要心急。然后呢，他也知道我是借口溜掉，我已经向他道歉，他谅解。他跟你当然说谅解了，可是你中途溜掉就是不给他面儿。不管他嘴上怎么说，但心里肯定不舒服。哎呀，算了，不怪你，我想想怎么挽救。不用麻烦，我已经向他表达了12分的抱歉，他说他特别理解我。而且他也知道我在那坐着确实挺无聊的，所以他饭后特意打个电话过来，叫我别放在心上。那是他会做人。好了，他晚上走，赶紧问我爸借辆车，亲自送他去机场。唉，你呀，不用这么上赶着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刻意委屈自己，人家未必接受得了，对吧？他还要来我这儿咨询呢，我只要拿出12分的认真负责对他，不就 OK 了吗？不一样好吗？你跟他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，我跟他是生意上的关系。像他这种人，平时在公司被他员工捧得自以为是神仙在世，我在他面前表现得再恭敬都没错。算了，不跟你争辩了，你不懂生意人，晚上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，我先送他回去。哎，你男朋友也太牛了吧？他对你就这样子啊？你回头把他约出来，我们把他培训培训。就是啊，对女朋友要3从4德，他懂吗？绝不争气，姐要去给他擦屁股了。哎，你别回避呀，你答不答应？你要是疼他，大不了我们轻点啊。是啊，别藏了，都打雷那么多天了，也该拎出来给我们看看了。明白。先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先走了，爱你们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别挠我，好疼。还好啊，没什么事啊，啊，走
怎么了？叫我干嘛呀？想替你主人安慰我呀？是，我看他这么曲意迎合别人，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。但是没办法，他就是他，他有他的个性，我也不想刻意去改变他。好了，随他吧。总之呢，我以后坚决抵制跟他一起出现在生意场合。没办法，我好像天生就是应付不了各种各样的猫猫，包括他。一场1万啊，童子，咱们这些人不都得活吗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愿意去你好商场里边？我想问一下，能不能帮我把这把小黄给写孙子才喜欢。可你那几首歌来来回回唱了几年了，有新作品吗？过气儿了。你倒是想去工体唱，那也得有人愿意听啊。东哥，我的歌是你早就不愿意听了吧？你要不愿意听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给我滚！没人求着你听，我的歌也不需要你来听。天上呀，童子，咱们这么长时间都挺过来了，你先赶我走是吧？哎，东哥，东哥，今天你要是不走，我跪着求你走。童子，你这过分了啊！东哥外面多少个撂瓜子，他都没走，让他走啊！我什么时候来过他吗？啊，我来过你们每一个人吗？你们都可以走，你们都可以不听我的歌，我也不求着你们听。散了。行了，回家了。走，别理我，神经病。谢先生，你的伞，谢谢你借给我伞。其实你们乐队的歌词写的挺好的，不过可能是早期作品，所以编曲有点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太唐突了，只是我的个人意见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饿了。啊，您先回去，过2天通知您，好吗？拜拜。啊，还有吗？没了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哎呀，要命啊！你说招2个岗位，我还以为就俩人呢，结果一天5、6个人，我从早忙到现在，饭都没好好吃一顿。那要不去我那儿吧，我来照顾你。等明天一早，我送你回欢乐颂换衣服，行不行？我才不去呢！你那屋里什么味儿都有，我去了还得收拾。我要回家。你这样，我一回去我就开窗通风，你呢就舒舒服服的洗个澡，我呢把床单被罩都换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真是舍不得你回去以后，你再自己倒水自己收拾，你看看你哪有劲儿啊？这还差不多。不行啊，我没有享福的命，我没带卸妆的东西，我这样下去，明天一准是大花脸。要不这样，你改天在我那儿放上一套，省得来回折腾。哼，再说吧，赶紧收拾收拾送我回家吧，我想睡觉。哎呀，明天周一又要忙1星期啊。好。
我跟小曲的合作很好，就是利润有点薄，暂时还赚不了多少钱。这以后啊，要把这个量做上去了，我成本还可以再压一些，两头一扯，赚的就多了。还有包总那边，我刚刚把样品也递交上去了，这次可是我亲自盯着做的。我可以这么说啊，下面的供应商都已经尽心尽力了，真的，希望这次能达到要求啊。如果能达到要求，通过了，那我这小公司就算立住了。哎，别的不多说，年内赚个几十万没问题。怎么什么都不对？怎么什么都乏味？在你我之间划线。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。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对，出卖。请你走吧，请你走吧，没错，走吧。怎么我什么都不会？怎么我什么都不配？怎么你依然还在我身边相陪？怎么你还没有去睡？怎么你从来不责备？带我找回家的滋味。打扰你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可能要跟包子分手。因为他妈妈。嗯。他把我跟魏国强的关系告诉他妈。以包太太的势力，一定会跟魏国强搭上线。到时候，我不知道他顺藤摸瓜还会查出些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真的很生气啊。我跟他说，要不你跟你妈划线，要不跟我划线。然后，所以，现在你请我来当你的情感顾问。不好意思，我提醒你，你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男人他妈妈和女朋友同时落在水里，到底先救哪一个？太苛刻了。我知道。可是，包太太，她查人家的隐私，她毫无底线的。如果是别的事情，我还能够接受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任何妥协，你懂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比起魏魏，他更能承受？你干嘛要提他？其实说实话，是我自己不能承受。既然你都想得这么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又要告诉我？难道想让我帮着你说服你自己？来，趁热吃。谢谢。看你不像是经常去酒吧的女孩啊。之前确实没去过，不过这次也有意外的收获。你们的歌还挺不错的，我挺喜欢的。挺不错的。嗯。不行了，落伍了，过时了。编曲有一点过时感，但是其他方面都挺不错的，特别是整体词和曲的搭配。前面有一点被封印束缚的沉重感和疲惫感，但是后面高潮的部分感觉整个都翻上去了，我觉得好像有种冲破牢笼的感觉，是不是有点黑金属的影响啊？听得懂吗？听过一点，但是我更喜欢古典乐。我小时候学过小提琴，
不过后来也都荒废了。你记着，音乐永远不会荒废的，它永远都在人的血液里。人类诞生于世，先为自然，而后祭祀神灵；先哭喊，而后歌唱。哭者有人劝，歌者有人听。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音乐的，有了人群才有音乐。你说的这是音乐最本真、最本质的东西。音乐需要围观，需要意义，需要主题，需要仪式感。那你觉得仪式感最强的是什么？布鲁克纳。感恩在。布鲁克纳、莫扎特、勃拉姆斯、马勒《安魂曲》第9交响曲第1乐章，前辈先贤，名誉道路。大部分强于仪式感、主题感的音乐，都是交响乐，需要配合，需要协作，需要各种磨合和撕扯，还需要有人指挥。你其实就挺像你们乐队的指挥的。我？指挥？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找到意义主题了，很多年没有写出新的东西。要是选择我当乐队的指挥，乐队离心离德，很快就会完蛋了。其实我觉得你的朋友抱怨归抱怨，但是一直都陪在你的身边。其实这种友谊本身也是一种意义，一种主题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我结过账了。结过了？我已经结过账了。你借给我伞，还帮我看着我的朋友，没有丢了他一个人走。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我想谢谢你。下不为例。边走边吃。我睡着了，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啊？我看你睡得那么香，不忍心叫你啊，你肯定是累了。哎呀，好舒服啊！我罚你以后1个月背我一次。好啊，那我要申请一下，每1周都要背你1次。哎，你别看我瘦，可有劲儿了。有这么深情的啊？找罪受嘛？1个月背1次就行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恨不得天天都背你，一直背到你头发都雪白了。哎，小美，你要是头发雪白那一天啊，你肯定也是一个最美丽、最漂亮的老太太。我才不要做最漂亮的老太太，还有最美老太太呢。我老太太有美的嘛。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我也依然是你手心里的宝。哎，别的我不敢保证啊，但这件事儿，我啊，敢大声发誓，樊胜美从15岁开始一直到……哎，行了，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一会儿啊，赶紧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一觉，今天累坏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回去以后啊，我先把今天面试的资料再整理一下，今天晚上就把人定下来。哎呀，小美，你别看最近忙啊，但是越忙我心里就越高兴。这就对了，你只要好好做呀，我心里就更高兴。行啦，你俩拉裤子好过便秘好吗？别憋着呀，稳呐，稳呐。哎，曲总啊，这2个人手我都已经找好了，这2天就上班。你别跟催死鬼一样那么催命呢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我先上去啦，
你俩慢慢搞，这前戏时间够长的。哎，你先别走，王百川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话赶紧问。有是有，但是不能当着你的面说。王总，明天我去找你啊，咱俩关上门，亲亲热热的说。好啊，那我一会儿问问那个帅得惨绝人寰的赵医生，看他愿不愿意。啊？他才愿意弄，他恨不得扔掉我。你们不知道，平时都是我倒贴他，他得找人打急诊电话才能甩掉我，就好像他是他们医院最牛的医生似的。先走了。啊，赶紧回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慢点开车啊。拜拜。怎么在10楼停着不动啊？干嘛呢？三姐，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呀？对呀，你都没有男朋友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可是有些人却把男朋友反锁在家里，自己回来的这么晚。这个人就是我。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呀？每天混吃等死，多好。那是你还没有到达我这种境界，等你到达了，你就知道工作有多重要了。最起码心烦的时候还有个地方可以去。你去咖啡店了？今天我不上班，我推销咖啡去了。结果我最近特别倒霉，我给谁推荐咖啡，谁都不理我。我建议啊，以后我们在楼道里放一面落地镜，大家出门的时候啊都照一照，看看是不是一张晦气脸。你说谁晦气脸？你不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。谢谢。自己照照镜子呗。出门做生意啊，挂着个晦气脸、晚娘脸，谁那份理你啊？你说谁是晦气脸呀？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吗？我拿着这件东西，我跑了一天，我跑了多少冤枉路，我腿都快折了，我最后一单都没有跑成。我现在难过，我怎么摆出笑脸呀？你还说我是晦气脸？哎呀，说实在的呀，我以前真的不太理解你。你说你这个人吧，要钱没钱，要色没色，还总是对人发脾气。直到最近我公司来了个小文员儿，哦，那脾气真是大哦，真不怕我敲掉他的饭碗呢。我让他做什么都得看他的脸色，我才开始理解你了。你老说我对你发脾气，你呢？你刁难我，你怎么不说这事儿啊？是你没脾气，你真性情，但是你要没点真本事，谁愿意看你的真性情啊？你以为你戴个帽子就是樱桃小丸子呢？哎，你们少说两句啊！小蚯蚓刚刚失恋，好不容易打起精神去工作，你应该多鼓励他。鼓励？这个世界这么残忍，鼓励有什么用？你呀，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自己，谁都没有义务让你高兴。他说我帽子，你家安全帽挺好看的，真的。怎么这么晚呀？飞机晚点吗？这年头飞机正点那才叫一程呢。小赵，你要抱抱，人家都快累死了。走。哎呀。不许批评我，我真的实在是太累了。你看我的死鱼眼。对不起，我离席害你多奔波半天，我道歉。以后你尽量别让我参加这种大谢宴，我也不给你添加麻烦，行吗？我让你参加大谢宴是给你添麻烦了吧？麻烦倒是不怕，怕的是观念冲突影响我们关系。你呢，鲜活灵动，我一直在心里阻止自己出手改造你，你也别勉强我。还说不改造我呢？是谁早上不让我穿露腰的裙子的？某些人啊，说一套做一套，最阴险了。那不一样，那属于主权问题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你每天装正经，我就只好装不正经呀。我牺牲老大了，知道吗？要不然换你瞎，你亲身体验一下，
为了衬托一个人的正经，另一个装不正经的人，得承受多大压力呀？你老有歪理。这不是歪理，这是某些人说的什么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说好了，以后啊，我继续貌美如花。什么？你呢？你是如花？你才如花呢，你才如花呢！你挖鼻孔的样子最像如花了。你挖一个。我跟你挖一个。你挖一个。你挖一个。你像如花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低级趣味。你这个死曲筱绡，不能好好说话呀！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你要得了这么句句伤人吗？樊姐，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呀？你先上吧。看你肯定没休息好，你赶紧上啊！樊姐，我没事儿，不用安慰我，回去睡吧。看着孤单的邱莹莹，樊胜美就像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，一个人离乡背井出来打工，与朋友可以同甘，却不可共苦。即使朋友有心帮忙，可朋友照样自顾不暇，又能帮得了多少？就像曲筱绡说的，除了自己，没人有义务让你高兴。总有一天，邱莹莹得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寥寥无几，因为这是我内心的狼狈与创伤。我选择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认为你是我值得信赖的人。你转身就去告诉一个对我有恶意的女人，这不是出卖吗？寂寞在沙滩游走，停在空中的双手，乱了心跳的节奏，失落随呼吸回头，始终没有勇气向你开口，总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能让你为我停留。要不你划线，要不我划线，请你走吧。错过机会向你伸手，我孤孤单单往前走，又情不自禁的回眸。没过多久就低下头，紧紧想念你的温柔。我日日夜夜在路口，假装不经意的等候。要过多久才能拥有曾经错过的邂逅？始终没有勇气向你开口，总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能让你为我停留，为我等候，总是错过机会向你伸手。我孤孤单单往前走，
有情不自禁的回眸。没过多久就低下头，静静想念你的温柔。我日日夜夜在路口，假装不经意的等候。要过多久才能拥有曾经错过的邂逅？邂逅。主任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没和你商量的前提下擅自做主，把那么大的秘密给泄露出去，脑袋里简直有屎。可是你态度未免太坚决了吧？这让我很伤心。再加上你跟我妈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和我结婚的打算。确实没有啊。好，你就不能说两句好话，哪怕撇我一下？有好听的，我也想跟你道歉。我说话太硬了，让你伤心了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，你是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不应该让你花谢，那么不人道。我应该和你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件事情。还记得我和你说的，你要做美女的自觉，美女是不会犯错误的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替你着想，是我太幼稚了。你说谁还不生个气呀？那总不能因为一有分歧，我转头就走吧？你这么骄傲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爱我，怎么可能认识我妈呢？我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会丢下你一个人，绝对不会。但是我妈这事儿也得容我琢磨琢磨。给我1个月的时间行吗？就1个月。其实我是真的舍不得你。
一想到我们两个都不是你妈的对手。确实。怎么办？或许我可以向一个人求教。打电话。你是不是该换成我的屏保？许妖精，他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剑走偏锋，可是这种坏蛋想出的主意，咱俩做得到吗？我觉着这事得找一个结过婚的，而且有那种难对付的婆婆的人。可是像我这种这么不传统的人，也想不到办法怎么对付你妈。不求教小曲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但愿他能有好主意。起床前来我家，有个问题需要求助，我想你应该有独特的思路。哇！我若是一大早发微信把我给吵醒了呢，我一看微信，原来是你找我个求助。天哪，这简直是太好的机会了！你居然会求助，你怎么了？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找我呀？包大哥，麻烦你转过身去，然后用2个手堵住你的耳朵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，听到没有？说，是不是让我教你怎么勾引包大哥？你别闹了，快进来。你俩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天哪，这沙发皱成这样，你们俩刚才在上面干了什么？老实交代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干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手在干嘛呢？别闹了，是真的有事情要求教你啊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先坐下来再说。坐下来再说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他的妈妈人很强势，总是干涉我们之间的事情。但其实我们真的不想让他干涉过多，包子其实也没有办法对付，那就只好讨教你喽。原来你是这样的，包总。好吧，能扛包总的笑话，牺牲点睡眠，那也是值得的。怎么会对付不了呢？具体说明一下，我好对症下药。虽然啊，我没有对付婆婆的经验，但是对付爸妈，你们算是问对人了。你说，说吧。你说，说嘛，不要不好意思。我妈她听到了别人的谣言，到了上海大闹一通，惹得我们都很不高兴。我替安迪分辨了几句，她不但不听，反而责怪我受了安迪的迷惑，回到家不吃饭不睡觉，差点进了医院。然后呢？谈恋爱本来是我跟安迪2个人的事情，那我们2个人的意思，不希望解释那么清楚，以免留下后患。但是你心一软就什么都说了。明白了，包总啊，原来你是被你爸妈给欺负大的。爸妈呀，是这个地球上最不讲道理的生物，他们什么道理都不讲，就让我们服从他们，凭什么呀？对付这种人啊，只有一种办法最有用，那就是比他们还不讲道理。你妈对你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你直接跨过前2步，奔善道去，简洁又高效。你说吧，你想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打算再待2天。我劝你啊，现在就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去。记住，先发制人。回去跟你妈说，由于她这么一折腾，你跟安迪分手了，你现在失恋了，痛苦难过，卧床不起。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
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也不太方便再教唆你更多喽。可是我也觉得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他妈妈可以一时不提，但是他怀揣着这个心病，加上失眠生病，更加的萎靡下去，包子也不可能不管。No， 你们实在是太小看父母了。他们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呀？尤其是包总你的父母，他们俩可是白手起家到现在，这点小事他就承受不了了。不可能，你可千万别被你妈的哭戏给骗了。妈妈们演起哭戏来，那影后都演不过他们。他们俩就是贪心，就是想控制你。OK？ 还真有点道理。以我妈的性格，只要她不想闹，没人能闹得着她。没错，你妈这次完全就是跟你胡闹，她就是想让你顺服她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可千万不能退让，只要你退一步，未来后患无穷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们俩就应该把规矩给立好，断他们的念想，掐了他们的贪心，未来大家相处反而会相安无事哦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就是这句话，谁狠谁老大。包总啊，你开窍快，但是呢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并不代表你做得到。就像我们家樊大姐，人啊，有些时候啊，得下点决心，否则黏黏糊糊的，反而什么事都做不到哦。有何吩咐啊？我已经到办公室了，你快到了吗？快到了。你放心，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进入到了备战状态，随时准备开始实施计划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假装自杀了。我觉得这想法很幼稚，而且你妈那么精明，你要想骗过她，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？所以这个计划结束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我？不会因为我妈不讲道理，再轻易的跟我分手啊？不会。安妮，你愿意因为我放弃自己原本非常坚持的主张，是不是说明你爱我比之前多一点？我对我们的关系要更踏实一些。你不踏实吗？我活到现在有太多的理所当然，但你绝对不是。之前是我追着你的影子，你爱答不理，之后又因为我妈张口就跟我说分手。你以为我妈回家跟我说，你根本就没有跟我结婚的打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不应该郁闷，我不应该沮丧吗？对不起。不，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你现在能这么做，都是在为我考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妈，你交给我，我来约束她。我这种人，就算是真的自杀，只要是没断气儿，也无法取信于人，天生就没这气质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小曲倒是给了我思路。我会选择其他的途径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对你这么重要，我必须做到。你也相信我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也不想牵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，你懂吗？我弄错了，你爱我不只是一点，是很多。主人，你绝对不会所托非人。莹莹，哎，我好像看见你的男朋友了。应勤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，就在门口站着呢，傻乎乎的。哎，
也是，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？哎，是他吗？他不会再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分手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们彻底结束了，别再问了。喂，妈。你在哪儿呢？公司呢？你跟小薇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我怎么听她说你什么老是加班啊？殷勤。啊？最近新开个项目，就是确实挺忙的。那也不能忽略了人家小薇嘛。你说人家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到上海来找你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跟你多接触接触，多增进了解吗？我可是问过人家家了啊，对你那是相当的满意。我的意思啊，你要觉着合适呢，你们就定下来。你觉着他怎么样吗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人家到上海来投奔你，就是看中你的意思，你可要对人家负责任。人家小薇大学毕业，学历条件各方面都很好，你和她又知根知底的，她不像大城市那些姑娘那么难伺候。咱们家可是规规矩矩的人家，你不能平白无故的耽误人家姑娘，知道吗？那行，我知道了，妈。我这还有工作呢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回去再跟你说。待会儿就做个青菜就成了啊！快点啊，我有点饿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跟安迪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怎么出问题了？哎，好好的说句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您就别问了。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能不问吗？是不是他还在生我的气呀？您到上海去，怀疑他这个，怀疑他那个，他心里头能舒服吗？我就替您说了两句好话，我说我已经告诉您魏国强跟他的关系了，也说了您保证不再去叨扰他了，可是没想到效果更糟。哎呦，你替我说什么话呀？你之前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我原来不是误会他了吗？哎呦，他心里对我有怨气也正常。但我不能由着别人说您不好吧？都快成一家人了，什么别人呢？那不是别人呐，那是我儿媳妇。行了吧？哎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安迪是从国外长大的，
他受不了别人干涉他的生活，那总不能因为这个我让您受委屈吧？既然你们双方都不能调和，长痛不如短痛，那我还不如跟他分了呢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啊？说分手就分手，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你难得找到像安迪这样的人，她可不像外头那些妖艳的女孩子。行了，你以为我想跟安迪分手啊？我去收拾2件衣服，这几天就在公司住。儿子，婆婆。以前对音乐的理解很肤浅，纠结在一个风格里，很快就难以为继。后来才发现，音乐根本没有模式，迷死人的旋律，爽死人的节奏，还有伟大而复杂的意义。这些当然都很重要，但它们并不是音乐的根本。好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个站好的兄弟了。你可要把产品盯好，不要给我掉链子哦。放心，肯定没问题。我的资金压在了国内项目上，暂时动不了。垫付金额那边你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OK，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以前对音乐的理解很肤浅，纠结在一个风格里，很快就难以为继。后来才发现，音乐根本没有模式，迷死人的旋律，爽死人的节奏，还有伟大而复杂的意义。这些当然都很重要，但它们并不是音乐的根本。音乐本身也是仪式的一部分，或者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标记，它可以是完全无意义的，又像是一阵风，你说不出它的存在有任何经济价值，可它那么好，像穿堂风吹过夏天的皮肤，凉丝丝的在心底。喂，赵工啊，不好意思，华总，这次你送来亚品的还是没能达标，看来我们这次合作不了了。包总呢让我再跟你打个招呼，说以后再有合适的机会呢，咱们再合作。啊，没事了，那替我谢谢包总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合作。好。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好消息，我和小曲的合约已经签订了。以后啊，都有一定的工作量了。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应该还会增加。坏消息呢？包总的要求比较高，利润又太薄了，我已经决定放弃跟他合作了。哎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现在正在接洽一个大的客户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倪总，他现在正在开发一个大型项目，说是要拉着我一起干。上下嘴皮子一动就是生意啊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签了合同叫生意，没签合同就叫忽悠。要我说呀，人家也是随口一提，未必真心想帮你。那也不一定。你说倪总跟我合作那么多年了，他现在有赚钱的生意，他想到我也很正常啊。他现在这个项目很大，啊，分我一点投资份额。你说以后的这个回报率，都是在5到10倍。小美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常规生意我还继续在做，倪总那儿我也跟投一些，运气好的话，别说首付，房子钱就直接出来了。真的？那当然是真的了。小美，你放心，我说过年内买房，我一定买房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好吧，我是实在帮不上你。不用，你就安心等着好了。晚上想吃点什么呀？哎，我们家楼下开了一家比较好的日料，
据说口味不错，咱们吃完饭一起看个电影啊？不了，送我回欢乐颂吧。我上次提议的那个顶级珠宝的下午茶会，我们领导很感兴趣，觉得不错。我想尽快的细化一下环节，再敲定一些不错的品牌，争取把这个 VIP 线下活动拿下。真的不看电影了？咱俩都好久没有约会了。没办法呀，新到一个公司，我肯定要好好表现呀。不过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有干劲儿了，好像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看来你挺喜欢现在的工作啊。与其说是喜欢新工作，倒不如说是怀念曾经的自己。我家里条件你是知道的，刚工作的时候啊，比现在更难。那个时候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苦，每天都是干劲满满的。不在乎报酬，不计较得失，哪像现在呀，干什么都瞻前顾后的。哎呀，都说是越大越懂事儿，可是这几年我觉得，有的时候那股子锐气远远比懂事更可贵。就像我们家小秋野，说卖咖啡就卖咖啡了，不是照样趟出一条路吗？我要是能像他那样啊，我说不定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，搞不好我已经买房子了。你说咱们这个儿子，跟别的女孩子吧，都挺有招的，就是面对这个安迪，他怎么就傻掉了呢？那都不是为了维护你吗？哎呦，我用他维护吗？我就是希望他能给我领回个媳妇。这安迪我是认定了，在国外名牌大学毕业，又有能力，以后包包接管了家业，他一定能帮上忙。还有他那个老爸魏国强，打住哈！以安迪他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啊，他肯定不愿意跟魏国强有什么来往。倒是你啊，你看这包包之前跟安迪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就要他们两个分手。好了，现在都已经分手了，你到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不是因为我才分手的吗？又不是他们俩没有感情了。我见包包啊，对安迪是认真的，我们得想想办法，把这个儿媳妇给我追回来。你就别再瞎折腾了，好不好？听我一句话啊，儿子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，别什么事儿你都想控制，好吗？啊，这大了，儿子都是大活人了，你管不了的。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能不管吗？我那咱们这儿子是这性格小鲜肉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啊！好，那个陶行长今天到上海来，约了几个朋友跟他见面。你现在去上海要叫司机，太危险了啊！不用了，我自个儿开去。啊！哎呦，多危险！叫上司机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不像你的风格。我给你买早餐过来，顺便八卦一下，你跟包公子到底怎么样了？你猜？进来吧。所以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总看上去挺厉害，原来又是个样子货呀！这样不行啊。他妈妈肯定还会去找你的，毕竟是他妈妈，他再狠能怎么样？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。我都跟包子分手了，他找我有什么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啦。
包总上次说误会已经解除了，只要包太太脑子没有失常，他就肯定推算得出找你是最佳的选择。再说了，包总一直是由他妈罩着的，他肯定看不了他儿子受失恋之苦。你还别不信啊，这方面我门儿清，从来都没有失算过。好，我就看你这个小妖精算得准不准。对了，八卦完了，我们说正经事儿。外贸这一块啊，我现在已经渐渐开始上手了，已经跟王百川签订了合同，长期合作的。这方面你要多多指点我哟。你跟王百川签什么合同？你们家本来就做建材生意的，你爸爸也有工厂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的跟他合作？你忘了那回我们送樊姐老爸回老家那一次，就是王百川喝多了出来把酒抠掉，再回去接着喝的那次。我记得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拼命了。不过也是，他压力大。樊大姐跟他年事已高，买房结婚都靠他一个人。喂，你确定不是为了调戏樊小妹啊？我调戏他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？我当然可以把事情交给我爸爸集团的人去做，但是那帮大爷吃的多拉的少，干出来的活也不见得有王百川这种个体老板来的负责。不如拉他一把，互惠互利。小曲真这么说的？这家伙成长不少。分包的好处就是责任层层分配，利益随责任分割，交给王百川，在管理上权责会比较清楚，比交给自己人更有效。你笑什么？我说错了啊，你没错。不过这事儿如果换成曲妖精的话，他肯定不止这一点考虑。做实业跟工厂接触的这一部分是最繁琐的一环。小曲从小在家里头耳濡目染，他当然知道分割一点小利益，让别人冲前头、吃拳头、拿零头的道理。再有，他这爸爸手底下不是没有人，但是未必会听他这小丫头片子的。与其花大力气去调遣那些养尊处优的旧臣子，还不如把生意分给像王百川这样的新人，既有效率又听话，还能培养自己的新势力，是这个理吧？ Oh my god！ 你们这几个真是家学渊源的狐狸精。这么看起来，我真的是跟数字打交道更有安全感。哎，我呀，真没他那么聪明。我做工厂搞研发，其实就是吃拳头拿零头的傻子。我还真想做出点成绩来，宁可笨一点，我要脚踏实地，绝不做投机取巧的事儿。这有时候笨点儿比聪明要好，他踏实。你像曲妖精这种，虽然资质很好，但是他小心思太多，大智慧少，长此以往，他会吃亏。有道理，我会把你的话转给他的。不说了，我要到了。你尽管跟他说，良药苦口。还有，我很想你。所以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我已经跟你分手了。我知道。拜。拜拜。昨天你给我回的那条信息很有用，很有启发感。其实我最近在做一个尝试，每段时间跟不同风格的乐手合作，诠释各种我觉得有意思的主题，比如回老家吃到凉皮的快乐，又比如公车上两个乘客吵架，所有的一点一滴，我都放到音乐里去。这种音乐很有生活气息。最近音乐的风向有从上而下的变化，探讨心灵和虚无的变少了。探讨烟火气的作品变多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更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，让在都市漂流的人不但感觉烟火气，也感觉到家乡和异乡不同的烟火气。这件事要抓紧啊！你们去忙吧。好，小关，
小关。哎，王总。王总，您慢点儿。这是您要的文件，这是电脑包。王总，那您慢走啊。哎，小关，听说你在考 MBA？ 还在准备阶段呢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呢。我就是想再充实一下我自己。如果你想工作和学习两不误的话，你就要更加努力了。不要动不动思想分神开小差。对不起啊，王总，我以后会注意的，不会再有第2次了。谢谢您的提醒。走吧。那您慢走。下一个季度的预算出来了 ，PC 和手机业务会大幅削减。北京分公司想申请增加新的预算，被我驳回了，因为我认为在完成对红星的收购之前，不应该再批新的预算。既然交给你了，你决定就行，不用向我汇报。谢谢。还有啊，这周要跟包氏开会，需不需要派别人去？不需要。这么专业啊，你不用勉强自己的。我跟包一凡，我们和好了。这个茶真的很香啊。不怕他妈妈搅局了？小曲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，所以我现在跟包子在假装分手。想逼包太太就范。不过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有点困难。我知道，我自己愚蠢地选择了一条畏途，就像鸵鸟一样，情愿把头埋在沙子里，不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看来你很爱她。不过老实说啊，这不是我熟悉的安迪的态度，有些……什么？不负责任。不过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角度来想，也能理解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要么自私，要么自残，两者必选其一，别无他路。所以作为朋友，我支持你自私一点。包太太，包太太，接吧，既然选择了，就勇敢面对。那我出去接。楠楠啊，我现在到上海了，我可是专程来看你的，顺便办一点小私事。那现在11点多了，咱们俩一起吃个午饭吧。不好意思，包太太，我现在在工作，我没有空。哎，楠楠，你们俩现在怎么了？是不是包包欺负你了？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回头就找他去算账。没有，我是真的没有空。安迪。Hello， 安迪呀，我们娘俩真是命苦啊！你知道我为什么赶到上海来吗？我丈夫他先到了上海，有人跟我说他已经进了女人的屋，我赶过来就是想看个明白。这种事我根本就不敢让儿子知道，在儿子面前，爹妈还装得感情挺好的样子。如果这件事要是让儿子发现了，他肯定跟他爹没完。我儿子是最重感情的人，我真没有想到我给他闯祸了。
楠楠，对不起，我只知道像老母鸡一样的护着自己的儿子，我没有想到伤到了你，我真的是好后悔呀！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你道歉，你才能原谅我呢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喂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出车祸了！严重吗？哎呀，是追尾！哎呀，吓死人了！我天哪，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呢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先不要慌，赶紧报警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的位置发给我，我过来接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微信发给你。有诈，我妈这回去肯定有诈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不去了。她万一要是出车祸了呢？这种事儿平时都是家里司机打理的。我妈这回去上海肯定是不想让我爸知道，一定没带司机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找别人去处理吧，你甭管了。我先去看看，然后把你妈妈安全送到酒店以后再说。哎呦，有默契。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，谁让咱俩是一对儿呢？不是你到了那儿，然后一定要记得给我发微信啊。还有，这事儿你就不要参与了，甭管是真是假，它不合适。我明白。你见着我妈呀，一定要谨慎。你那点小心思很容易就被她看穿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咱们俩现在是分手状态。知道了。那行，我等你电话啊。OK。好累啊！我看到你妈妈了，你放心吧，人没事，我过来接她了。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！我看到你妈妈了，你放心吧，人没事，我过来接她了。嗯，好嘞，谢谢亲爱的。哎，楠楠，哎呀，你别过来！楠楠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楠楠，咱们去这家饭馆吃饭吧，好像离这儿不太远吧？这么早吃饭？饿了吧？我们去吃东西。楠楠，我真喜欢你这么有教养的女孩子。遇到这种事情，不出声就是最体贴。安迪，你喜欢吃什么菜？是荤的还是素的？我都可以，我平时吃荤比较多。
太开心了！你也喜欢吃荤的。哦，要一份这个土鸡烧鲍鱼。啊，好的。我真的不喜欢那些小姑娘，吃的跟鸟一样多。一听说吃荤的，就跟杀他们的头一样。这个再来一个。嗯，好。这个要一份，2份汤。好的。 OK 了，请稍等。 安迪，刚才让你见笑了。我一会儿说激动不起来，一会儿又掉眼泪的，真是出尔反尔。我们这代人呐，活得不爽气。过去穷，没钱，什么事儿也做不成；现在有钱了吧，又束手束脚的。你们现在多好啊，自己经济独立，不喜欢了，一拍两散。 真的好羡慕你们。楠楠，你说那个老鬼和那女的，他们吃完饭以后，会不会？老鬼几年前跟我闹离婚，我死活不同意。别人还以为我放不下家产，其实我是为儿子放不下。我要是离婚了，等新人进门，生个一男半女的，老鬼肯定把大儿子忘了。我不能图自己的清静，让儿子吃亏呀。 我一定要霸占这个位置，不让我儿子吃亏。这些年，我把婚姻这种事儿已经看得很淡很淡了。可我今天看见他们，我真的还是不好伤心。古话说得好。 宁要讨饭娘，也不要做官的爹。即使做娘是讨饭的，一定会让儿子先吃饱，不像当爹的，为了女人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这个岁数，我不怕离婚，我最怕我儿子拿不到他该拿的。我不计前嫌。 照顾老鬼开刀做手术，我几天几夜的不睡觉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都是为了儿子。老鬼被我感动了，不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找外遇。可我今天，我为什么非要跑到上海来？看个清楚呢？ 看到对面掩面而泣的包太太，安迪不知如何劝解。这个看似强势精明的女人，并非一无所知，甚至早有防备。她为自己的心筑起坚实的堡垒，可包袱依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击破。也许在很多个夜深人静里，包太太都像现在这样伤心痛苦，却只能独自哭泣。这就是我心腹找到的地址。 是老包给他小三儿买的房子，这地段这环境，没个2、3千万是下不来的。包家家大业大，家大业大也是我们俩一起拼下来的，再少的钱也是我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他这儿挪走2、3千万，那儿挪走2、3千万，得挖走多少我儿子的江山？
我就说不会没有破绽的。你力度再大一些，一定要查到他自乱阵营，要把这个人查出来，不然绝不罢休。安迪，传授你一招，你还年轻，管住男人的钱包，他就不会出什么幺蛾子。与其让自己气疯气死，不如让男人急死急疯。做女人一定要想得清楚，太对男人好的女人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就像我。他出来了。他一会儿准去我入住的酒店入住，再假惺惺的用房间里的座机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。多没意思的一家人呢，你算我，我算你的。安迪，你也看到了，夫妻不同心，就是这样的惨状。我知道你和我们家的包包是一心的，你们感情非常好。你们年轻人不要因为一点的矛盾就分手翻脸的，到了我这个年龄才懂得爱情有多么的宝贵。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们家包包啊，特别的纯情，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相处，但是她对你是一心的。你包容她一点点的粗心，她会10倍、100倍的回报你。谢谢您。我送您回酒店吧。好吧，辛苦你一整天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好好的谢谢你才好。刚才给你买衣服，你又不肯接受。待会儿你就送我到酒店的路口就回去吧。老包是个老狐狸，也许酒店的招待告诉他我已经入住了这个酒店，他一定会在门口埋伏，看看是我的哪个朋友在帮我。你系好安全带。哦，走吧。你妈说你特别纯情，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，也不知道怎么跟女孩相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妈是不是真的不了解你，还是说她在照顾我的情绪，故意说瞎话？谁让咱们俩认识那么晚了？在你之前，那都是将就。哎，话不要说太满啊，小心闪了舌头。不过今天跟你妈相处一天，我真的觉得她很爱你。而且现在你爸和你妈之间这种关系，你要不要帮忙啊？别，我求你，你帮不上什么忙，你就继续扮演我的前女友，千万不要表现出对我有一丝的同情。我妈不好对付，别前功尽弃。安迪当然明白，这是包太太的一种示弱手段。她把自己的脆弱和难堪都毫不掩饰地摆在安迪眼前，她甚至不惜让安迪去同情她。包太太的伤心哭泣是真，尤其那句“宁要讨饭娘”，安迪对她再也强硬不起来。安迪在包太太身上看到了母爱，这种天性可以让包太太为了保护自己儿子做任何事情。她不禁想到了自己的母亲。安迪，哎，能陪我聊会儿吗？当然。走。其实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一直有一个疑问：我的妈妈是一个精神病人，身边也没有照顾她的亲戚。那我是怎么长到3岁的呢？我没有被饿死，没病死，没有被车撞到，甚至身上连个疤痕都没有。
除了大难不死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？我因此甚至怀疑魏国强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那你现在在怀疑什么？今天我听到包太太说过一句话：宁要讨饭娘，不要做官爹。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可能错了。可能我也享受过母爱，正因为这种天性，才能让我存活下来。虽然我的母亲是一个那样的妈妈，但她依然是一个好妈妈。安迪，我要是个男的，我就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我原来觉得自己已经够惨了，跟你比起来，真的不算什么。其实我今天真的还挺感谢包太太的，要不是她那些话，我根本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面对我自己的过去，让我重新想起我的妈妈。原来我也被爱过，就像包妈妈拼命去保护她的儿子那样，我也被保护过。哎呀，包太太显然是把你当成儿媳妇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不知道啊。其实我不相信我自己有控制爱的能力，但是说实话，我是真的又舍不得。在我看来，你是爱惨他了。爱惨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时时刻刻为他着想，想跟他在一起，即使中间有不少痛苦，但是跟失去他相比都不算什么。就像小蚯蚓对应勤，或者是你对王百川。啊。爱惨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？不知道，我谈过2次恋爱，而且都非常失败，这方面我真没经验。樊姐，你那么有经验，你干嘛问我呀？对，也许就是因为经验太丰富了。谈恋爱的感觉就不对了，吸取了太多经验教训，反倒不知道爱情究竟是什么滋味了。来，分赃，你的。燕窝，关关的，是我的。这燕窝从哪儿弄的？客户送的。樊姐，你换这工作真换值了。你看你们那客户多有成就啊，不像我，还得跑店推销咖啡。我可不这么觉得。以前呀，总在想面子要好看。可是后来看到你这一路的发展，我倒觉得工作这东西啊，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客户再厉害有什么用啊？你只不过就是个打工的，每天盘算着一大堆不属于自己的钱。那种感觉比没钱还难受呢。喂，澳门呐，可以啊，我正好被老爷子发配了，陪你们去小赌2把啊。
好嘞，好嘞，好，保持联络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干嘛？这找个有文化、有知识的人，就这么得意啊？人家要不是看你家产，谁搭理你？那也比直接花钱包养的强。至少我男朋友不靠我，不仅不需要我买包，还花钱给我买书买猫粮。哟，气死你！那你嫁给人家去呗。我就不信你这个草包差劲样，人家不嫌弃你，才见了鬼了。要你管？你有空啊，还是好好管管自己吧。有种啊，别到奶奶面前哭鼻子，迂回着想回公司了。你有资格去奶奶那儿哭一鼻子吗？谁稀罕呀？呀，这茶太苦了。再来一次啊！爸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坐下，好难得都回来一趟，不好好陪陪爸爸啊！快坐下。哎呀，我公司一堆事儿呢，懒得跟你在这附庸风雅。我已经找好下游供应商了，刚签完合同，就是回来跟你汇报一声的。哎呦，当了2天的区总就瞧不起爸爸啦？还说呢，是谁听信谣言丢人现眼啦？说曹就到。接你电话。你说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小赵，你终于有空啦。请您吃饭这件事儿会不会太三俗啊？请我吃饭就一件事儿，顶多算1俗，还有2俗呢。视情况而定喽。答应吗？说地址吧。虽然我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是只要你一召唤我，就算我披头散发，爬我也得爬过去找你哦。那你会不会太累啊？要不改天再约你？我只管保证我形象正常，反正你早就知道我哪儿怪不正常。就今天吧，容易吗我？你主动约我。行，快下班给你微信。好，等你。小霞，干嘛？要不要换辆好一点的车？去小赵医院那边镇住那些巴望着嫁医生那些小护士。不要，我怕人家说他傍大款，说他小白脸儿。他可要面子了呢。也是，也是。不过呢，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要不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过去啊？带上你妈，我们请小赵吃个饭。还不到时候，好吧？上次你表现的实在太差了，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。这种事儿啊，只有泼妇才做得出来。你还是等赵医生忘记这事再说吧。小小啊，那天你哥哥把你奶奶搬出来下命令，不，你奶奶封建，不像我想得开。现在好了啊，他听说你找这个对象啊是个医生，对象的爸妈又是知识分子。哎呀，他总算是满意了，以后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。你跟小赵医生解释一下，别以为我是那种人。我奶奶，我说你怎么会跟着曲莲姐打上门来呢？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呢。爸爸，你说有这么恶心的事儿吗？我天天在外面努力工作，给你支撑家业，我哥倒好，什么不做不说，还使劲在背后重伤我。下次奶奶有什么事儿，让她直接跟我说。他就知道在你面前玩自杀，下次让他在我面前喊喊看。从小就对我重男轻女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男孩女孩有什么区别？好了，不，你有爸爸嘛？爸爸多疼你一些，什么都有了。奶奶毕竟离得远。说的是真的才好呢。千真万确。
这还有好多事儿呢，得准备明天开会的材料。你先走吧。可怜的关关，不过这也算好事，说明公司器重你，加油吧！拜拜，拜拜。写了一堆，废了一堆，重来一堆。加油！今天的会议记录你整理好一份，明天中午以前发给我。合同你再找张律师过一次，特别是修改过后的条例，让他看清楚了有没有问题。张律师那边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，你直接过去找他就行了。好的，我先走了啊，你记得交货时间哦。好。大周，不好意思哦，忙到这个点儿才下班。不过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，我已经走到电梯口了。你听到我的喘息声了吗？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。啊，电梯来了，待会儿见。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？怎么这么帅，等我下班啊？送你个香吻作为奖励。行不行？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妈，这是我妈，这位就是小曲。你好，小曲。你好，伯母。真没想到，真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伯母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要来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。我要早知道你要来的话，我就应该早结束会议的。我让启平别打断你工作，我听说你很能干，一个人主持一家公司，真想不到，也难怪，过节都不休息，还要出国谈生意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就能独当一面。哪里，我都是靠我爸妈给我铺路，我顺着路走就好了。不像我们家点，赵医生都是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走向手术台做主刀的。我心里最佩服的就是赵医生啦。别肉麻，我吃素。其实我荤素不忌的，我一紧张就会说错话，伯母你可千万原谅我年轻不懂事儿哦。我一直握着你的手，没有把你的手给握疼吧？没事。阿姨，你来出差几天啊？我看看这2天我能不能安排时间，做你的专职司机。不用，我呢来开个会，明天一忙就没时间了，就不再打扰你们了。好了，别在这聊了，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。走。伯母，您上车。你不是担心风险不想投了吗？一开始是担心风险，但是我又想一下，
没有风险，哪来的回报啊？不会又是为了你女朋友吧？其实她挺不容易的。我答应了年底给她买房，就想让她从他们家里边出来。尤其她现在换了新工作以后，你想想，她周边接触的人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人，我是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她离你而去啊？哎，好，老哥，我就帮你一回。你还有多少钱？我的钱大部分都在工厂里面，能拿出来的70万。哦，行，你都拿过来吧，我帮你投进去。运气好的话，不但把首付能赚回来，还能给你年底赚半套房钱。啊，倪哥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倪哥。好，哎，阿姨，您慢着点儿，这路都是瓷砖路，你别摔了。嗯。这个餐厅呢是我经常来的餐厅，菜做的可好吃了，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好。这是什么菜系啊？本帮菜、淮扬菜啊。不过我听说这个陕西厨子做陕西菜做的也很好的。洗手间在哪儿？在那边，转个弯就到了。啊，我去一下。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？不用了。假账！你搞突然袭击是不是啊？你想吓死我呀！早知道你妈没有来，我中午好歹也背几个成语，背几个英文单词，我好心里有底呀。吓死人家了！你赔我精神损失。你是装老实装累的吧？伯母，这些都是这家店的特色菜，都很养生的。你看看你想吃什么？你们熟，你们点。我点。现在女孩子为了减肥，晚上不吃晚饭的居多，我也挺认可的。不过我明天用脑过量，我就不节食了。你随便，不要以我为念。难怪伯母你身材这么好呢。谢谢伯母你的体谅。既然您这么直率，我就不用再装胃口好了。年轻真好，做鬼脸都可爱。真遗憾，5·1的时候没见到你。可是这次呢，我也比较忙，也不能与你多聚一聚。应该是与你们多聚聚。除了你儿子我，谁想跟你多聚聚？妈，这次我攒了5个字，你看。哪5个字啊？每次见到我，都要考考我。我也有3个。哦，天、人、素。你认的？我查过。这次我赢了，这5个字您认识吗？不过你这几个我可真不认得啊。第一个呢，念省。省。第二个念省就是有2种，一个是形容词，一个是动词。形容词是说眼睛这儿长了个什么东西。我妈回来把我臭骂一通，怪我为什么不多坚持一会儿，割地赔款，主动提出再也不干涉咱们俩的事儿了。真的吗？这么容易？你是想听真话呢，还是想听假话呀？当然是真话呀。真话就是你从头到脚都符合他的要求。之前本来就有感情基础，再加上我失恋颓废，她毕竟是我妈，她狠不下心来，所以她得主动放弃权利。但是呢，咱不敢说她说到做到，至少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你看，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周末是不是能陪我去参加同学的一个婚礼啊？这同
是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一哥们儿，现在也是生意伙伴。我这2天忙，就不给你电话了。哦，后天可能就回去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多待几天吧。家里还有好多事呢。哎，行吧。启平，来把衣服穿上。啊？我叫辆车来接我，你不用管我了。伯母难得来一次，你多陪陪她。哼。那好，车叫了是吧？叫了，你跟伯母先走吧，不用管我，我到家告诉你。那行，不管你了啊。我到家跟你说。伯母再见。再见，小心一点。我们走了。这小曲是个很有个性的孩子。他是个性太鲜明。我提醒你一句啊，激情过后，这婚姻的生活可是很漫长、很枯燥的，你可要有点远虑。我有考虑，既然2个相差很大的人能走到一起，以后也……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吧，可人不像病理，连病理有时都会千变万化，人更是个大变量，太依赖远虑，可能会走错方向。你从小呢，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，我不用多说了，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啊。哎，最近你们医院的研究成果不少，这质量也还行。可是你们科室的这刊登率，怎么说不听你是不是啊？你就去吧，虽然咱们俩是假分手，但我这心里头慌得很啊。我感觉迫切的需要这么一场婚礼，来感化你这前30年不食人间烟火的家伙。不是，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，我待在那里会很尴尬。不是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呢？我再跟你说哈，那天去参加的大多数都是我们大学同学。这里边就有当年的校花，你就不想知道我当年有没有追过这校花？好久不见，他来到我的城市，我真怕他约我去街角的咖啡店，面带着笑容和我坐下聊聊天，您不怕吗？那你就现场实况直播报备。不是到时候乱哄哄的，我哪来得及呀？再说了，你想想，我拿一手机，我对着人美女一通拍，他合适吗？别几年不见，人家觉得我怎么这么猥琐呀？我不干。我真的怕我去会不适应，到时候让你也难堪。不是，哎，我们可都是说好的，结伴而行。你说我这明明有女朋友的，我这一个人去多没面子呀！你就当给我妈一丝希望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考虑一下吧。一般参加婚礼是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？不是你穿什么它都好看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有人敲门，一听就是小曲。谁敲门？我怎么没听见啊？你别扯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回头我去上海见你去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天哪，Andy！ 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居然碰到全天下最讲道理的人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那个讲道理的人，他居然说我是好孩子。谁呀？这么高评价？你绝对想不到。赵医生，他妈！哇，你见家长了？不光是见了，刨去我装淑女装得很辛苦的那部分以外，气氛还是很融洽的。我跟你说 ，Andy， 赵医生的妈妈真的是全天下最讲道理的好人。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，跟我就是有缘分。你看你这兴奋的样子，肯定是伪装的还不错。
那当然了，我的演技，奥斯卡女主的范儿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2202找关关，找邱莹莹，找樊大姐，分享我的喜悦了。在，关关在，但是关关这几天因为老是要加班，所以今天下班早，说不洗澡她也要睡觉。邱莹莹呢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天天晚上出去推销咖啡，10点以后才回来。樊小妹好像是说公司 VIP 线下活动还在联络客户。哦，连樊大姐都这么励志啦。哎，为什么分享个喜悦都这么难呢？没办法啊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要是求我的话，我可以收留你，或者你自己独自去偷欢。我要回去洗澡，等我们家赵医生回来。拜拜。Hello， 艾米，这个周末我原定的工作你帮我取消掉，我有私事要处理。Hello， 樊小妹，樊小妹，你回来了吗？好啦，你快点儿，当心赶不上末班地铁。快占领我的心，我要你，只要你带给我 happy。真的吗？有小样了吗？你那边是信号不好吗？我给你发的，你收到了吗？为什么每次都想逃开？一眨眼转身去投奔未来。不需要肆无忌惮，不用盲目崇拜，不想让曾经的勋章蒙上尘埃。不接受摇摆，对未来的慷慨是投入到现在。好与坏两小无猜，过去都长成现在，听懂了生命的告白。我不奇怪，不言败，给经历增添色彩，爱我所爱。笑与泪无可替代，不回头走向未来，看透了心中的障碍。我不意外，成就或挫败都是人生常态，做自己最嗨。小坏蛋。怎么了？被你妈妈训了吗？我有没有挨训，
你应该最清楚的。看你这一张臭脸，不是挨训还能是什么呀？你做事有底线吧？怪了，我说呢，你议论我议论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转移话题了呢？原来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啦。刚才在你妈妈面前表现怎么样啊？赵启平啊，我担心嘛，你妈妈是教授哎，我心虚死了，我生怕你们在背后嘲笑我没有文化。不管你担心什么，底线就是底线。你没有底线。有，我有。你们不也在背后说我吗？是不是不应在背后说人呢？你们在背后说我都没有生气，参与一下也不算过分吧？而且我在听到你们说别的话题的时候，我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我是懂得尊重别人隐私的，不信的话你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。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想给我打电话了？你要是发现不对的话，就应该当机立断把电话挂掉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呀。我就是关心嘛，就像你所说的关心则乱。我要不是因为太爱你了，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喂，我就来。不行，你没有消息不能让你走。你要是走了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根本就没意识到你自己错在什么地方。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，为什么要窃听？你会跟我说实话吗？你不会，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每个字都知道。我对你很失望，你让开。科室会诊，我得赶快过去。你们刚一上桌就拿出冷皮子比拼，可是你没有想想我在场了呀，我很尴尬，你不是纯属让我难堪吗？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我就怕你妈知道以后会看不起我，我心虚死了。明明知道我的水平就是这样，你还这么做，你为什么不先承认是你先错了？你让开，我要去医院。知道不能让你走，你骗人！你们科室肯定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你要是出门了，就肯定回自己家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医院打过来的？是不是科室打过来的？你看，医院都是人命官司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只会更生气。我早点回来。糟了糟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突然之间让我过来给你挑衣服呀？包子呀，他让我陪他去参加他最好朋友的婚礼。好家伙，重大进展啊！参加一个婚礼而已，有什么进展？哎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婚礼啊，是他最好朋友的婚礼。去的人不是亲戚朋友，就是一些故旧，说不定还有他前女友呢。他这么明目张胆的把你带过去，那就是认定你的意思，好吗？要这样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啊？干嘛不应该去啊？哎，小许这个人呢，虽然他做事有点过线，但是从他那儿学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只要不是杀人放火的大事儿，所有的事情都随心，千万不要瞻前顾后的。倒也有道理。你呢？你最近在忙什么？哎呀，还不是那个 VIP 线下活动啊。哎，这套呢？这套不可以吗？还好吧，但是黑压压的合适吗？去参加别人婚礼不是葬礼好吗？好吧。
问题了吗？我的信息你都收到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秘密。特别好，特别棒。文件是片段式的，是不是还没写完？有全曲。快发来，我都准备好最好的耳机了。等你到酒吧来听，我们乐队会开一场全新的演出。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在连州加班，恐怕……这么辛苦啊？那你就更得听听音乐，寻找快乐了。就在这个周末，你一定有时间。你想听吗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虽然只有副歌的部分，但是已经非常好了。我特别希望能赶紧听到全部的曲子，肯定会是一首全新的风格。我们最近还在编曲排练，小样听不出细微处。你得到现场来，你一定得到现场听才行。那我努力看看，好吧？我等你。嗯，拜拜。又没什么事儿，一个人过去多奇怪呀。等我一下，签个到。给你打个招呼啊。我这同学家里头有一定的背景，上面应该来了不少名媛。一会儿亮相的时候，免不了有美女和你争奇斗艳，还有闪……哎，包子，哎。还有闪光灯闪，别怕。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反正别人看的是你包一凡的女朋友，丢脸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我只关注你的那些班花校花。Hello。哟，你担心校花啊？包总，王总您别站着。包总好。哎呦，您也来了。说不定里面有你的老情人呢。你是在吃醋吗？哎呦，这让我很开心啊！包子来了 ，Hello， Hello，我才没有吃醋。
我不想长某人的志气。不要说大话。哎，包总。哎，女朋友啊？是的，很漂亮啊。漂亮吗？包总，这谁呀？给介绍介绍呗。我未婚妻。Hello。嗨。你没看见大家都在看你吗？哎，包总，你来了。哎呦，女朋友很漂亮。谢谢。我们先去那边聊好了。看见没有？大家都在看你呢。是在看你？看你呢。校花在哪？校花，那个紫色衣服那个，短头发那个，还行吧。那你怎么不过去打招呼啊？嘿，嗨。对你好冷淡，看样子小曲的长名单里没有他。还真有。这过去的事儿呢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郎新娘。在这里，有对新人即将喜结连理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他们爱的誓言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认识，到今天可以结婚，一路走来真的经历了很多，很不容易。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还有宠爱。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会陪伴在彼此的身边，不离不弃。老公，我爱你。老婆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陪伴你度过漫长的生活。我爱你。这孙子平时嬉皮笑脸，感动了。用不着羡慕他们，过不了几天，站在上面的就是我们。我宣布，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婚礼，庄严肃穆，温馨甜蜜，太人间烟火。安迪心里涌动着数不清的感情，化作眼泪潸然而出。可包奕凡的这句话震动了安迪的心。原来，包奕凡这么期盼婚姻，他都已经想得这么长远了。可他有太多的秘密，太多的恐惧。假如包奕凡得知真相了，会不会离他而去？在纽约，安迪曾刚强如铁，无懈可击；在上海，他已经化为凡人，全身软肋。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办的什么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闹着玩呢。光我给的份子钱就够你办3回的了吧？我要是你，早离了。包子，你给我闭嘴啊！今儿什么日子？你坏就坏了这张嘴。开个玩笑，这叫低调，知道吗？啊，跟你似的，臭小子。哎呀，我们这儿接了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看今儿这蜜不错呀。日子定了吗？拿下了没有啊？纯洁着呢。什么求不求婚的？说，天天哭着喊着要嫁给我，烦啊我都。吹牛，吹牛！哎，不信是吧？不信。你看，吹吧你就，这就能吹。
哎，瞧好了，回头把份子钱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我一起收了。看见没有？什么叫仙女下凡？嫂子好，嫂子好，真漂亮。哎呀，我看包子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横脾气，也就只有你能收服得了他了。对，一物降一物，嫂子好好管管他。他以后要是再敢闹出什么事情来呢，我们就直接去求嫂子你，对，是不是？找嫂子做主。Sorry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别走。什么情况？没搞定吧？你就吹吧，你还求婚呢？不舒服，我有病。你有药怎么的？回头单请你啊。安迪，你说不舒服啊？安迪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刚才开的玩笑有点过了？没有啊。其实嫂子也没说错，至少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把我收了，对吧，主任？感觉气氛好尴尬。我给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你专心开车吧。安妮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特别的压抑？有吗？还有吗？你自己看看，都在脸上写着呢。哎，明媚、落、落、明媚，多好的对比！其实我是害怕。怕什么？结婚吗？谁都有这么一遭，又不是上刑场。我对你其实有所隐瞒，我的人生经历，我的身世。如果往事不堪回首，不说也罢，我不在乎。我们得活在当下，对吗？我在乎。看到刚才那场婚礼，我更加觉得，两个人面对爱情，应该更神圣、更真诚、更透明。我有点不理解，你是对我不够真诚，还是不够透明？别瞎掰了，好吗？哎，你是已婚人士啊，还是在你心里头又藏了一个别的人？不可能，你藏不住。你对我一向坦白，还有什么要说？我的天才，把车靠边。靠边？把车停下来。会有危险。你听着，我接下来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实的。我的家人，除了我外公、我父亲，其他的都是精神病人。我妈、我弟弟，甚至还有我那个不知下落，可能已经去世的外婆，都是精神病人。
没关系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你也听着，我爱你。但是我一肚子话想要问你。谢谢。你问还是我说？我问。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件事？因为我看到今天那场婚礼，其实我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表示谨慎并怀疑。上一次惨痛的恋爱经验告诉我，我最好单身到底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再恋爱。但是我又无法抗拒你的存在。本以为你对我并不会持久，所以没想跟你交代什么。但是今天这场婚礼，让我真的感觉到，你把我当作结婚对象了。你想要跟我天长地久，所以我更应该告诉你真相。我不可以结婚，对不起，让你镜花水月一场。不过我依然很谢谢你，带给了我那么多的美好。就这样。别动，推开我，谁来心疼你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误会你，我向你检讨。你反应正确，都是我的错。我错。我承认，我刚才的想法有些邪恶。我以为你并不爱我，所以在我表白心意的时候，你才用什么真相来搪塞我。就像我妈说的那样，你对我根本就没有感觉。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我脑子里面，让我猝不及防。我好失望。你怎么会是那样的一个女人呢？这不是所谓的真相，这是真的真相。我知道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怎么会单纯的那么多年一直等着我出现呢？我现在明白了。是啊，你之前一直在拒绝我，可真相怎么了？别拿真相推开我。这几个月的感情，你放不下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发病了，我
我知道我会伤害你，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承受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在那天到来之前，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。可能在那之前，我会克服。当初是我死皮赖脸的，非要把你追到手的。就算将来发生了什么，不怪你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千万不要为了表白态度而让我离开你。相爱是我们在一起的唯一的理由。关关呀，周末也要加班，累死了吧？我们这公司啊，真是女人当男人使，男人当牲口使，我真的马上就要崩溃了。来，关关，快一点坐下，工作了一天，你真的辛苦啦，我给你按肩呀，按肩呀。莹莹，你最好的。哎。樊姐呢？她呀，在工作，在忙一个什么线下的活动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上海巨大不易呀。这是什么？来，关关，快一点坐下，工作了一天，你真的辛苦啦，我给你按肩呀，按肩呀。莹莹，你最好的。哎。樊姐呢？她呀，在工作，在忙一个什么线下的活动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。上海巨大不易呀。这是什么？卡片。感谢卡片，还是你提醒了我呢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小生意。我呀，把我重要的客户都写了感谢卡片。你看，我不光写了卡片，我还给他们准备了礼物。这杯子里面还有勺，差不多一套几10块钱也不贵。还有这些感谢卡片，我打算送给我最重要的客户，怎么样？莹莹，你真的特别棒，这个月的销售额肯定能再创新高。真的？关关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我过得特别不开心，就是那种心上面好像蒙着一层阴云。无论你这一秒在做什么，只要你一停下来，就什么都不想做了。哎呀，不过我现在好了，你看，我很好。我现在只要一忙起来啊，我就能彻底忘了那个人了。莹莹，你真的别笑了，你笑起来的样子特别的苦。你太苦了。莹莹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关关，没想到你还能找到这种酒吧。你说他们会需要咖啡豆吗？你真是个天天向上的小宝宝啊你！壁咚你，壁咚，感谢感，感谢感谢。哦，哎，这主唱长得还挺帅的。哎，不过我觉得他怎么长得特别像个小明星？哦，不是，我感觉我好像认识他。
我知道他是谁了。哦，那天在客运站我撞倒那个，你还骂他那个，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啊，就是他吧？今天唱一首新歌。是他。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一个女孩。唱给你听。唱给你听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真的不是。哎呀，别弄我的脑筋歌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你歌。太多噪音的存在，太少时间去爱，太习惯过分期待下一次重来。为什么每次都想逃开？一眨眼转身去投奔未来。不需要肆无忌惮，不用盲目崇拜，不想让曾经的勋章蒙上尘埃。不接受摇摆，对未来的慷慨是投入到现在。好与坏两小无猜，过去都长成现在。听懂了生命的告白，我不奇怪，不言败，给经历增添色彩，爱我所爱。相遇泪无可替代，不回头走向未来，看透了心中的障碍，我不意外，成就或挫败都是人生常态，做自己最嗨。干杯！干杯！你新歌不错，恭喜你啊！谢谢你给的灵感。小川哥，小川哥，还认识我吗？在客运站那天，记得吗？你唱歌真好听啊！哎，你什么时候跟小川哥一起搞音乐了？啊？也不是，还不算，因为那个音乐我也不是特别的。原来你不哭的时候长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要是不哭的话，你还没办法认识你的缪斯女神呢。是不是啊，缪斯女神？那个小帅哥，你能不能让你的乐队朋友带我去那边看看乐器啊？好啊，东哥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下个月我准备去采风，一起去吧。我问你，我玩那个乐器的时候，跟那小帅哥说什么了？啊？没有啊，没事。你瞒着我谈恋爱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不爱你了。我没有，不可能没有，什么没有，什么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叫我去了，你自个儿见小帅哥，你害羞是不是？你把我拉过去当挡箭牌，挡箭牌，瞎说，是不是你说我是挡箭牌？没有。那你见小帅哥是不是害羞？我问你，我不害羞。嘿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想跟你在一起。别担心，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，压力有点大。我压力也好大。不想你痛苦。对不起，我很清楚，把你挽留下来意味着什么。
再说离开我。哎，我之前跟你讲过我爸妈离婚的事情吗？没有啊。之前是我爸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，我妈发现后，发动所有亲戚去捉奸，一直闹到法院。为了分割那点财产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家是全城的大笑话。那他们后来为什么没有离婚？没离成，是因为我爸在法院宣判之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，不得不进医院治疗。我妈发现对他没了威胁，也就不再纠缠了。两个人一直将就到现在。干嘛跟我说这个？嗯？之所以和你说这些，就是想让你明白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我爸妈勾心斗角几十年，我们家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我不是不清楚，你说的那些对于我来讲意味着什么，但是我早就认定你了，相信我。不管好坏，我都有勇气去承担。想清楚了。想清楚了。连累你之类的客气话就不要再说了，我来承担你的一切。什么情况？不是24小时不关机吗？哎呦，干嘛呢？花花呢？醒了吗？没呢，你起码半个小时以后再来找他。他现在就算被你吵醒，脑子也是不清楚的。那好吧，等他醒了，你告诉我找他。10万火急，10万火急，拜托。哎，王百川最近干什么呢？怎么，查岗了？不是，我刚才打电话给他关机，我担心他出轨。得了吧，他爱你还爱不过来呢，怎么有时间做那种事儿啊？可是他最近老喝酒。做生意嘛，男人不靠喝酒怎么拉拢感情啊？你们家王总算是肯吃苦的了。早年间只有我爸那一辈才肯做那种喝了抠掉、奉陪到底的辛苦差事儿。去年过年送你爸回家，我在路边撞见他跟人应酬，
你想，开了一天的车还肯这么做，就证明他是个实诚人，肯花力气做事儿。怎么，害你爷爷没有人陪呀？喝进去再抠出来，嫌恶心啊？不是，这年头的钱可不好赚，没有家底儿只能拿命拼。你不是挺贤惠的吗？煲汤养养男人，别总要求他陪你接送你什么的，人家赚钱也不容易。记得跟小关说啊。刚才那是曲筱绡吗？这么大早，她居然醒了。对呀，找关关说有急事。关关，曲筱绡找你。醒了吗？这么晚还没醒，我进去找他。有什么急事？我去看看。喂。关小宝贝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呗。哎，你是喜欢音乐的人，你听音乐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有个知音啊。知音？是不是所有喜欢音乐人都这么想？像姐这种五音不全的人配喜欢听音乐的人听音乐会，是不是人家还未必待见？完了，姐豁出去2个耳朵，打扮得美美的去陪赵医生听音乐会，人家还未必待见。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有呀。你现在最想要什么？听音乐用的。耳机啊。我就知道没有问错人。但是赵医生好像前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据说给自己买了一副还不错的耳机。不行，这个方案不行。而且耳机也太便宜了，我得给他买点贵的，怎么也得花个5万8万什么的。哎，那就来个功放呀，最好还有一个影音厅，然后再有一个放映屏，那就太完美了。不过现在好多音乐都是直接从网上下载的，肯定还是耳机最实用。你问这个干什么啊？懂了，我拍赵医生马屁哦。谢啦。哎，你这么早把我叫起来，就是为了问这个呀？对呀，谁让我那么爱他呢？好的设备还得配好碟吧？我问一下我朋友好的设备在哪儿买，回头我再找你啊。接着睡吧，接着睡吧。出息，那比你倒追赵医生强。我敢追，我还追得到，你行吗？你说这曲筱绡真的挺奇怪的哈，她这次跟赵医生闹别扭，看来真在意了啦。手别再颤抖，别再梦游，别再让泪随风掉落，就何敢再走，不留给以后，别躲在暴力的尽头。你该自由，你该快乐，你该
该走出荒漠。你该等我。既然爱就别放手，因为我在你的左右。那个，我就想跟你说，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以后有辆代步车之后，就能换上全套好的音响，再加几张好的碟，这样子上班的路上就不会觉得特别漫长和枯燥了。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在帮我个忙啊！看到好的 CD 呢，不需要替我考虑，果断帮我拿下。我先放5000块钱在你那里呀。不用，我就网购回来，你自己付钱就行了。你不会害怕我挑的不好吧？你跟赵医生品味一致，托你办的事儿，我绝对放心。那我先回去了。Andy， 这么早出门啊？今天要保镖吗？我可以哟。想做早餐，发现冰箱里又没有牛奶，又没有鸡蛋，去买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早？我刚才跟房大姐真说起来，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回她老家，看到王总在路边抠酒的事儿呢。Andy 呀，你要作证哦，当时你也在场的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干嘛要提这件事儿？行了，我了解了。干嘛那么替他说话呀？那当然了，我现在跟王总可是合作关系，你做好王总的后勤，我这边手头也顺利呀，是吧？等等我。小曲刚才说的是真的啊？是。那天晚上我跟小曲有点无聊，就出来，结果碰到王总，刚好他在吐。这样喝酒挺辛苦的，做生意不容易啊。国内这叫应酬。我应该想到他会跟客户这样应酬的。只是每天我们俩衣冠楚楚的约会，我都忘了他会有应酬这茬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喝多了，电话关机一直打不通，挺反常的。你们本来就住在一个城市，想见面随时都可以见啊。可是真的很担心，我怕他酒后出事儿，主要是怕他酒后驾车。他不会吧？我觉得他是个很自律的人，你不用太过担心了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我为他简直是操碎了心，他是我男朋友。哎，我告诉你。一男一女从对面走过来，如果这个女的呢一直板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偶尔会训斥男的一遍，那就说明这两个人呢不是夫妻关系，就是接近夫妻关系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有时候我就这样啊？哦，呵呵，其实吧，王柏川挺好的，但是跟他越接近越发现他毛病多，我恨不得1天之内就把他塑造成完美形象。你换成别人谁会这么操心啊？哎呀，好吧，看他这么辛苦，这几天下班后就不出去折腾了，去他那儿给他做饭去，做一个烟火味十足的黄脸婆。走。啊，这么听起来的话，我最不合格了，那我得改一改。改什么改啊？女孩子就应该骄纵一点，骄纵不了几年了好吗？结婚生孩子以后啊，就只能当牛做马喽。喂，对不起，小美，
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这手机不知道怎么就关机了。哎呀，现在在外面，我来不及接你了。你这样，你打个车去上班啊。这两天你也太累了，太辛苦了。就不要挤地铁了啊！接什么接什么呀？你的车在楼下吗？哎呀，好尴尬呀！我车停在昨天晚上吃饭的地方。我一会儿要打电话给昨天晚上喝酒的人，我要找他们求真相，求回忆。我要问问他们，我手机怎么就关机了呢 ？Face 还在吗？丢没丢啊？Face 还在，我刚才数了，我这钱包里的钞票没多出来。哎呀，吐了，早上吐了一下，这胃里啊都空空如也的。我刚泡了一碗面，准备暖暖胃。行了，想想明天你想吃什么，我买回来去你家做。哎，别想不着，我可不会。真的啊，小美？哎呦，我太幸福了！我告诉你，小美，只要是你做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爱吃。我太幸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乖啦。哦，这么丰盛，不想给我好好补补吗？来不及做就出去买了一点，吃饭吧。行吧。这是牛肉粥。喂，老爷。刚才秀妍院长来电话了，说有一帮人到福利院要把你弟弟接走。是什么人？是之前收养我弟弟，然后把他抛弃那家人吗？可不可以报警？不是那帮人，这帮人是一个男精神病患者的家属，挺潦倒的。他们说这个人是你弟弟的生父，非要把你弟弟接回去抚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人也是个精神病人，那他怎么抚养我弟弟？问题就在这儿呢。他们说让院长把你每个月交给福利院那1万块钱给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打听到的风声了，这不就上门认儿子来了？这1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能过上1个月不错的日子了啊。但秀妍院长倒是说了，说这个男精神病患者跟你弟弟确实有相像的地方，尤其是发病的时候，特征就是痴呆。难道我弟弟的病遗传不是来自我妈妈？这个事儿现在还真的不知道。不过如果是真的话，对于你来说倒是件好事儿，起码来说遗传概率要低得多了吧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反正我觉得从安全角度来说吧，你不适合直接跟他们接触，而且你出面也不方便，要不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你说的对，老爷，这件事情还真的要交给你来帮我处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他们2个是真的有血缘关系，我可以接受我弟弟被他们接走。可是既然我弟弟已经找到直系亲属了，我也可以不用再去负担这些抚养责任了，对吗？反正从法律角度来讲，应该说得过去。唉，这个事儿，他们肯定不是真心来找小明的。我当然知道，一个亲人在那么多年他都不去认，突然一下跑出来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要这样的话，我收回月供，他们不光1分钱也拿不到，甚至还要倒贴。这样的话，没几天他就想把我弟弟扔出来了。我可以忍心把我弟弟交给他们几天，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把我弟弟饿死吧。如果真的是要拼耐心的话，那我可以跟他赌一把。也只有这样了，只要你忍得住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觉得你最近别去福利院再去看他了。如果再碰上那帮人跟你要钱要什么的，主要是他们如果顺着你的线索再找到上海来，那真的你就避不开了。我明白，谢谢提醒。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正在去的路上，有事儿我随时告诉你啊。拜拜。怎么？我觉着得赶紧把你弟弟接出来，我给他找个地方，
找人专门照顾他，让他远离是非。我之前也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把他带大的秀媛院长人真的很好，我弟弟很依赖他，跟他在一起生活也很幸福，所以后来我就每个月给1万块钱生活费，剩下的钱就算是给养老院做慈善。其实这个钱秀媛院长自己拿去用也没关系，没有他就没有我弟弟。主任，你的办法从理论上来讲没有任何问题，可你知道在农村1万块钱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帮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很有可能直到弄死你弟弟为止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全市每个月的工资平均3000左右，农村的收入不过1万2、3，你出手每个月1万块钱，让人疯狂啊！真的？当然了，我管理工厂那么多年，我手底下几千口子外来务工人员，我能不清楚吗？有些地方富庶点还好，有些地方穷山僻壤的，他们连买块香皂、买个牙膏都舍不得。1个月1万，那等于白来的，你让人怎么想啊？你跟老严生活那个圈子，每个月最穷的也得1万8千的吧？你们根本就不懂。要我说，不该把你弟弟放在那儿，1个月1万，足以说服院长让他出来专门照顾你弟弟。真的？能多说几个字吗？没见过你这么单纯的。你把地址给我，去一趟把人接来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想看看你这弟弟和他那父亲的症状。不要了，这件事情交给老严，就让他处理吧。我不想你插手。我怕你父亲母亲知道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我单独去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我害怕。逃避，它不是办法。亲爱的，你还是让我去吧。毕竟事关你和你弟弟，我只要亲眼比对了你弟弟和他那个父亲，我心里才能踏实。总是这么猜，不是回事儿。这样，你跟老严说一声，我也把工厂的事儿安排一下，这就过去。我是在想，其实我弟弟在养老院，跟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，生活也很快乐。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打乱了他原本安宁的生活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。该打乱的已经打乱了，只有人过去才可以随机应变。再说了，那些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人。亲爱的，相信我，别想那么多。说这么半天了，还没够 morning kiss 呢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很多事情，你说哪一件？心理障碍之类的玩意儿，对于生存来讲，那是奢侈品。如果我们想生活得好，就不能太在意那些。吃饭吧，要不然凉了。亲爱的，相信我，把这一切都交给我。喂。喂，贾照，你忙完没有啊？没呢，不好意思啊，从昨天忙到今天，都没空跟你联系。太阳台手术呢，估计忙完得到很晚了。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
我出车祸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人没事吧？有事儿你不也过不来吗？你不还要做手术呢吗？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人没事儿，就是车撞坏了，得送去维修。这2天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车开一下呀？行啊，那你现在能开车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是别人撞的我，又不是我撞的他。那这样，我待会儿打车过来，把你的车开走，顺便给你带好吃的 ，OK？ 行，你路上小心点啊。拜。喂，包总，打电话给女朋友的闺蜜那是忌讳哦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哦。哎呦，这回记住了。给你打电话呢，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我最近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不能陪在安迪身边了，希望你能帮我照看着点。安迪，他不需要帮助吧？要不然你明确指示我努力领会精神。指示倒不敢当，只是希望你能给我通个风，报个信儿。你也知道，安迪这个人独立，他最近遇到一些事情，我挺担心的。求你帮个忙，每天给我知会一声他过得好不好。我真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的。不是我才请你帮忙的。这么宝贝呀，有古怪。行，这次就算是为了安迪，我就不敲你竹杠了。正好下午我要去医院找赵医生，顺便晚上跟安迪吃一个饭，帮你承担他的伤。感激涕零。再见。好好的，你说包总怎么那么关心安迪呀？安迪有这么脆弱吗？关心则乱，很正常。听上去好像很甜蜜的样子。那你呢？你乱不乱呀？你说哪方面啊？那方面。哪方面？那方面。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说不说？说，乱不乱？啊，我呢，不会那么乱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很科学，不会让你觉得很受束缚。科学更要真的命。我跟你说，我要走了，我跟安妮约好了一起回去。行，路上小心啊，大家给我发微信。哦啦，你记得吃完哦。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我签几个文件，一会儿打给你。好吧。好了。怎么了？查岗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我出发了啊！注意安全。我不要紧，我怕你突然想不开了，又不肯让我分担了，只是钻着牛角尖儿想着跟我分手，一个人逃到美国去。你告诉我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不会。不会最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拜托老谭这几天帮我照顾着，你只需要安心的工作，安心的休息，等我消息。喂，你怎么连老谭你也围追堵截？那这就没办法了。从一开始就是我追着你，想没点经验那是不现实的。下班了吧？开了。对了，我一会儿约了小曲吃饭，
他电话打进来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Hello， 差不多了，你到了吗 ？OK， 那我下来。怎么样？我刚骗出来的，我准备给赵医生的车上装一套高级的车载音响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这车还不错啊，音响很差吗？我想给他装一套更好的呀。他每天上下班都愿意听音乐，我想要讨好他。爱一个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讨好他呢？你是不知道，安迪，我每天跟他在一起，其实压力好大哦。我总觉得我不能真的让他开心，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表面上把他逗乐了，可是他心里还是在嘲笑我没有文化。你放心吧，他早就习惯你没有文化了。嗷！我最烦你们这种文化人啊，总是嘴上还养心里鄙视。你个小包总，你们俩这种异地恋是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可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定力啊！反正我是不会相信伟大的爱情是可以靠自觉来维持的，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我要把他绑在我身边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看得太紧，他反而会跑掉的。再相爱的两个人也是需要彼此的个人空间的。哪个光棍过来的不想个人空间呀？但是他是我的人，既然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的个人空间就应该在一起，我就有权利看他的手机通讯录，看他短信。他也可以看我的呀，这样才是真的一对呀。你这样不累吗？不累。哎，莹莹，莹莹，你来。那也不是那什么秦吗？他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没准来买咖啡吧。再说了，就算他来不来都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他都有新女朋友了，两人都商量着要结婚了。那我估计呀，是那女的不好，想起你的好来了。臭男人，吃着碗里盯着锅里的。